大叔，骑个小电驴还戴头盔呢，这么怕死，你是不是男人？这条路是我们姐妹飙车的地方，像你这种怕死的怂男人，没资格出现在这里。给你1分钟时间，滚！飙车太危险了，你说你穿这么少，这万一摔倒了，在地上滚一圈，你这屁股都要磨破了。混蛋敢调戏我！想跑，姐妹们追上去耍耍他！这谁的车？好大的派头！车牌号还这么奇怪，这是镇南王的座驾。镇南王，七星战神，执掌南域9省的镇南王齐昆仑。苏小小，该不会是来找你的吧？找我干什么？我又没干坏事，我就飙车啊！喂，挡着镇南王的路了，你想死啊？快让开！齐公人拜见至尊，拜见至尊。这南域9省至高无上的存在，镇南王齐昆仑竟然给这个男人下跪，他到底是谁？起来吧，齐昆仑。你搞这么大阵仗，你是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的身份。至尊恕罪，前线传来您妻子的好消息，请您移驾。好，去看看。妹妹，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下次呢，说不定就没命了。都起来吧！传说中的至高无上的至尊，一向神秘无比，几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怎么会降临到这里？林建国，你来向至尊汇报。至尊大人，岛国第一高手宫崎剑圣率贼寇来袭，我江中双骄谢梦瑶、苏倾城双迎敌，并击溃宫崎剑圣。他们2人如何来封赏？还请至尊大人示下。这3年来，至尊一次次暗中帮助谢梦瑶，这一次更是特地让我暗中出手，击败了宫崎剑圣。至尊大人对他的妻子可真是太好了。很好，传我至尊令，战将谢梦瑶御敌有功，赐1品凤袍配轩辕神剑上丹书铁券，封大夏第1女战神。明晚以最高规格举办封之会，我将亲自到场，为谢梦瑶册封战神。属下领命。天哪，这谢梦瑶是何等的殊荣！一向神秘的至尊，居然亲自为他册封，这必定轰动整个大夏。叶凡是吧？我是梦瑶大人的亲卫李月，你听好了，梦瑶大人明日归来，我命令老老实实在家准备迎接。梦瑶大人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梦瑶，你回来了。我听说你击败了外敌，大获全胜。为了恭喜你，我特意准备了庆功蛋糕。来，快尝尝，来。做蛋糕也好意思送？叶凡，这是梦瑶大人给你的离婚协议，你签了。梦瑶，这是什么意思啊？叶凡，今天晚上我会被至尊大人亲自册封为战士，从此一为一体，所以我们离婚吧。梦瑶，你册封战神，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和我离婚啊？你不……好日子，叶凡，你还真是恬不知耻啊！怎么吃了3年的软饭还不够？现在我家大人一飞冲天，你还想着死缠烂打？做梦！梦瑶，我行了，别废话，今天晚上就是我的封神宴，我赶时间，赶紧把字签了。梦瑶，能不能不离婚？你不知道，其实我就……你什么你？叶凡，结婚3年来，我一直在给你机会，想让你跟上我的脚步，可是你太不争气了。这3年来，你一无是处，一事无成。我知道你出身上京叶家，但你现在只是一个叶家的弃少，是我收留了你，但是不代表你可以永远赖在这儿。废！我家大人一战成名，今晚将会被册封为大夏第1女战神。到时候，传说中至高无上的至尊大人都会亲自降临，为我家大人加冕册封。而你，结婚这3年来一直厚颜无耻的吃着软饭，你这样的窝囊废，怎么就没有自知之明呢？赶紧滚！我吃软饭，我是窝囊废。怎么？难道不是吗？我告诉你们，谢梦瑶能被封为战神，完全是因为我。叶凡，3年来你其他本事没有，说大话倒是一套一套。你以为你还是那个上京叶家大少？原本我对你还有几分愧疚，现在看来，跟你离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原来我在你心目当中就是这样的人。叶凡，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这些，你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但是我告诉你，我册封战神之后，我的丈夫只能是至尊那样的大人物，而不是你这种窝囊废。我劝你还是乖乖识时务，乖乖跟我离婚，免得我动用手段。谢梦瑶，你好，我明白了，我同意离婚。但是你记住，不是我叶凡对不起你，而是你谢梦瑶有眼无珠。叶凡，你竟然敢羞辱大夏第1女战神，你找死！拿刀架住我脖子，谢梦瑶，你是想让他砍了我？不知死活的东西，跪下说！让我跪下？哼！我怕你们2个受不起呀！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我砍了你！住手！苏倾城，你要多管闲事。梦瑶，叶凡跟你结婚这么多年，对你百依百顺的，你这样对他，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太过分。苏倾城，你在教我做事，你在训斥我。是谁给你的底气，敢跟大夏第1女战神这么说话？好，我过分是吧？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过分。传我战神令，苏倾城以下犯上大逆不道，连降9级，降为大头兵，以后就负责看守城门。
莫瑶，你这样太过分了吧？闭嘴，这儿没你说的。梦瑶，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战友，更是好闺蜜，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战友、同僚、闺蜜，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大夏第一女战神，至尊即将亲自为我册封，立于万人之上。而你，区区一个战将，居然大逆不道的忤逆我，居然敢帮这个废物说话，这就是你的下场。苏新城，虽然过去你有幸和我家大人并称江州双骄，但是现在我家大人一战封神，今晚更是有幸面见至尊。我猜至尊肯定是看中我家大人才貌双全，不久之后，我家大人注定成为至尊夫人，她的身份岂是你苏倾城可以碰瓷的？好，好，原来如此。谢梦瑶，你是觉得至尊看上你，所以迫不及待的要和我离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是又如何？归根结底是你内门配不上。至尊大人那种顶天立地的存在，才是我谢梦瑶所向往的。苏倾城，这个是你送我的礼物，他跟你我没有资格留在我身边。现在带着你这个垃圾玉佩，给我滚！什么？这玉佩是苏倾城的。当年的小女孩，居然不是谢梦瑶，而是苏倾城。小哥哥，你真的好想不冷吗？哥哥，你是肚子饿了吗？这个给你吃。小哥哥，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小丫头，我终于找到你了。绑了你，我就能得到一大笔钱。走，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教育没用，给我老实点啊！不然我真不信你。小哥哥，谢谢你救了我，我好怕。倾城，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走。妈妈，你等一下我。小哥哥，谢谢你，给他这次本你要来找我呀。走了。局长，局长，原来当年那个小女孩是你。原来是我一直认错了人。是你，小哥哥。警长，是我，对不起，我这么晚才找到你。而且，我不但没能保护你，反而因为提拔谢梦瑶，让你被他如此欺压。不过一切还来得及，今晚封神宴的主角将会是你。大人，这个窝囊废还真是不要脸，知道没法吃您的软饭了，他立刻转头去讨好苏倾城。看来啊，在吃软饭这件事情上，他还真是有天赋。一滩烂泥，苏倾城也看上。
真是可笑。叶凡，抓紧把离婚协议签了，以后你做什么都跟我。废物，你等着，赶紧签字，然后滚。谢梦瑶，你不就是想和我离婚，然后傍上至尊吗？行，我成全你。不过我保证，在今天晚上的封神宴上，你注定会后悔莫及。我会让你彻底的明白，没了我叶凡，你究竟会错过什么。叶凡，你嘴硬的样子真的是可笑又无耻。笑的，你今天晚上你就笑不出来了。你刚刚对倾城施加的羞辱，今晚会原封不动的奉还到你身上。还有你的荣耀，你梦寐以求的战神之位，也会全部的转移到倾城身上。叶凡，我看你是被刺激疯了吧？说的好像你能决定谁是战神一样。我告诉你，我家大人册封战神，那可是宁家大少宁无缺的帮忙啊！你知道宁家大少是什么人？他的爷爷可是江南镇守宁建国。宁老镇守向至尊大人举荐，才有了此次史无前例的女子封战神。宁建国，就凭他？宁老镇守，那在至尊面前都能说得上话。宁少更是年轻有为，被无数人所看好。而你，一个叶家弃少，还妄想去争夺这种大人物的功劳，简直就是跳梁小丑！宁家大少宁无缺到，宁家大少宁无缺到。梦瑶，恭喜他！我刚刚得到消息，至尊即将驾临，他的亲信手下镇守南域9水的7星战神镇南王旗风轮已经提前。据镇南王所，今晚封神宴上，至尊将亲自为赐封。至尊亲封，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梦瑶，我带你去跳房子坐，今晚的场一定得成。那我就谢过你了。对了，今天晚上是我册封战神的大日子，也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你们两个不在，岂不是很遗憾？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很简单，今天晚上的封神宴正好缺2个看门，我命令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来给封神宴看门。记住，这是战神令。你怎么？苏倾城，你不服啊？敢违抗我的战神令？那战神令，谢梦瑶，太过分了吧！你等等等，别冲动。谢梦瑶现在是战神，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今晚的封神宴，传说中的至尊也会将来，亲自为他主持册封大典。那现在的事，我们装着不起的。哦，还是苏大小姐识趣的。现在梦瑶战神的话，就是金口，你们必须出现。没错，如若违逆，必斩不饶。哦，官不大，官威不小啊。谢梦瑶，你放心好了，今晚的封神宴，我和倾城一定会去，而且你也一定会后悔。叶凡，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谢梦瑶一生行事从不过关。不过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垃圾能怎么让我。叶凡，你老婆呀，还真热呀！哦，不对，应该是你前妻吧？你放心好了，
前妻，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宁无缺，你在找死啊！我找死啊！叶凡呀，我是看你可怜，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今晚封神宴，你要是真的敢去，我保你生不如死。我们走。宁无缺。师尊，江南镇守宁建国希望献出宁家90%人脉和资源，只求他孙子宁无缺能拜入您的门下。宁无缺，哼，正好。师尊，您的意思是？告诉宁建国，他有一个好孙子，在封神宴上，我会给他们宁家一个机会。师尊，属下明白，我会转告宁建国。放心，今晚谢梦瑶的一切荣耀都将归属于你，宁无缺也会自食其果。叶凡哥哥，你就别安慰我了。册封谢梦瑶战神的事儿是至尊的决定，谁也不能。没事，今晚你就知道。咱们走吧，别给你听见你说，参加这一晚的封神宴。无缺，爷爷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事啊！啊！我刚刚得到消息，传说中人间无敌、绝世无双的至尊，决定答应给你一次拜师的机会，就在今晚封神宴上。这么说，今晚封神宴上，不仅是谢梦瑶册封战神，我宁无缺成为至尊弟子，更是一步登天了。没错，今夜过后，江州省不可以说是南域9省都要扬我宁家鼻息呀！啊！谢梦瑶册封战神之后，想要更进一步，竟然需要至尊鼎力相助呀！有了这层关系外，谢梦瑶，我看你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呢？哎，这不是谢梦瑶那个上门老公吗？他怎么会和苏清正在一块儿住呢？你还不知道吧？这个废物啊，今天让谢梦瑶给甩了啊！谢梦瑶现在身为江州第一女战神，又岂是这么一个混吃等死窝囊废能配得上？至于这苏星辰啊，听说早跟着叶凡有一因为这个事儿被谢梦瑶降为了大头兵，开了城门的。说白了就是个编制的保安。没事。还别说，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俩废物凑一块儿，还挺般配。哎呀，这人和人的区别可真大呀！过去，谢梦瑶和苏清城并称江州的绝代双骄啊，可是现在，谢梦瑶将要被传说中的至尊大人亲自册封，将有史无前例的荣耀啊！可是苏清城呢，却留了看门狗，还和一个废物混在了一起，嘿，简直把苏家这个老牌战士世家的脸面给丢尽了。哎，这苏家呀，以前跟你我两家并称江州3大战神世家，那现在看来，这江州啊，终究还得是你我说了算。来，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叶凡，你冷静点。孔天子和张明阳可是江州战部的3星战神，是我的点头上司，他们2个就是江州的天。哼，如果这2个宵小之辈就算得上是江州的天，
那坐镇南域9省的齐昆仑呢？西境战神镇南王齐昆仑大人，自然是他们的天。你等我一下。属下苏倾城见过张战神，见过孔战神。苏倾城，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就是一个区区的看门狗，有什么资格和我们2个打啊？你别待着吧，我等在此处是给谢孟瑶面子，更是为了恭迎自新大将。苏倾城，你这个不孝女！别叫我了！丢人现眼的东西，竟然好意思参加封神大典，还敢骚扰2位战神大人，你这是大不敬！2位大人，我女儿不识礼数，还望2位大人大量，别跟她计较。我下来一定好好教训她，还得给2位大人道歉。一个区区苏家，你还以为是苏老战神在想当年？苏老曾经贵为5星战神，看在苏老的面子上，饶过你们这一回。滚吧！苏倾城，你是不是忘了？自从你爷爷走后，我们苏家是举步维艰，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你却为了这个垃圾一样的男人，得罪梦瑶战神，被贬为了大头兵。现在，孔家、张家和咱们苏家同为3大战神世家，你同生共命，同气连枝。而现在呢，血雨气若敝履，你让我们苏家怎么在江州立足？闭嘴！你都听好了，待会梦瑶战神来，立刻跟他道歉，或者跪下认错也行。还有，你要当着梦瑶战神的面，一脚踹了这个废物！等等，光踹了还不行，你要亲自动手，把他打个半死，让梦瑶战神消气。这样，或许他会原谅你，让你官复原职。听懂了吗？伯母，不用去求谢梦瑶，只要我一句话，倾城不但可以官复原职，还能一飞冲天。就是这样，你真是好大的本事啊！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你撤掉谢梦瑶战神的身份，让我女儿当大夏第一女战神，把谢梦瑶给去守大麻。伯母，你真的是神机妙算，我原本就是这么打算的。滚蛋！满嘴的胡话，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别冲动。一个被谢梦瑶扫地出门的弃婿，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这话恐怕是苏倾城想说的吧？堂堂战神世家嫡女，被剥夺战将身份，心中不忿，带着弃婿来闹事儿，有意思吗？今晚谢梦瑶将被至尊大人亲自册封，到时候恐怕都能与我平起平坐。我听传闻说呀，至尊看上你，如果谢梦瑶摇身一变成了至尊夫人，那就是咱俩见了她都得俯首称臣。什么？有这事儿？那待会儿我们可要好好抱一抱梦瑶战士的大腿呀！那这么说来，苏倾城企图反抗，简直是匹夫汉大树，可笑不自量啊！曾经的江州双骄啊，一个即将成为母仪天下的至尊夫人，一个却和烂泥一样的弃婿搅在一起，真是可怜呀！谢夫人到。谢夫人，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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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今日至高无上的至尊大人亲临江州，为您的女儿梦瑶战神册封，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等晚些时候，让梦瑶战神回应我俩，引荐一下至尊大人。
是啊，日后还靠梦瑶战神多多提携我们。两位战神大人过奖了，我家梦瑶不过是运气好，被至尊大人看中罢了。但既然两位求上门来，我会告诉他，给两位争取一个面见至尊的机会。哎呀，多谢多谢！快跪下，你们俩一起跪下，赶紧给他们赔礼道歉，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快跪下呀！不，让我和倾城跪他，区谢家还没这个资格，让他们跪我们还差不多。儿子，我怎么听到有人叫嚣让我们谢家给他跪下？他不知道过了今晚，我谢家将是何等地位？敢说这样的话，他是活腻了吗？嗨，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窝囊废啊！废物，被我姐一脚踹了以后，你居然敢这么对我们谢家说话，不想活了，想找死！晦气！今天是何等重要的场合，这个废物怎么混进来了？滚出去！谢夫人，我和你们谢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想让我道歉，可以，除非你现在跪下来求我。窝囊废！你敢再说一次？说说，这可是梦瑶战神的母亲，以后很可能就是至尊大人的岳母。让他老人家跪下求你，你说什么东西？苏倾城，看在昔日同僚情谊的份上，我好心跟你提个醒，把这口出舌言的东西打断腿扔出去，免得你害人害己。至尊大人的岳母，他还不背我。再说了，这里有你们两个说话的份吗？边上待着去。你这窝囊废，怎么跟两位大人说话的？你想死死远点，别连累我们苏家，还不赶紧道歉！快呀！道歉？哼，就他们。不要再说了。谢夫人，两位大人，叶凡一时冲动胡言乱语，我替他向你们道歉。求你们大人有大量，不要跟他一个小人物计较。哼，和一个废物计较，传出去，简直丢我的脸面。苏倾城，今天算我给你死去的爷爷最后一个面子。要是再有下次，别怪我不留情面。苏倾城，你已经被我女儿降为了大头兵，也要谨记自己的身份，赶紧跟这个废物一起跪下道歉，然后滚出去！妈，别让他们走啊！这位就是江州第一美女苏倾城。苏小姐，你这位江州第一美女，我是久仰艳名呐。这样吧，今天晚上你留下来，好好的伺候我，我保证我们谢家不会跟这个废物计较，而且我还可以回去求我姐姐，求她赏你官复原职。儿子，你跟他那么客气干什么？你姐即将成为战神，甚至至尊夫人，而他不过是一个大头兵，你能看上他是他的荣幸。苏倾城，你就勉强能做我儿子的小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今天就事情，听见了吗？苏小姐，你听见没？我妈已经同意我们的关系了。春宵苦短，反正现在宴会还没开始，不如到后面去谈谈心。谢伟，你在找死吗？急了，急了，生气了。被我们谢家扫地出门以后，你反而牛逼了。哦，对，你喜欢这个女人啊？行，我今儿心情好，我给你一个伺候我的机会。一会儿封神宴结束之后，你亲自把这个贱女人送到我房间来，我会赏你跪在床边，好好的欣赏。
还是谢少会玩啊！不愧英雄本色呀！我等真是不容啊！江州第一美女，跟着谢少总比跟着废物强。谢梦，看来你真的很想死。你他妈要干什么？叶凡，你放肆！大胆，你找死！大夏第一女战神谢梦瑶到！参见梦瑶战神！谢梦瑶战神！谢梦瑶战神！姐，叶凡，你干什么？姐，叶凡那个畜生，他竟敢对我动手！叶凡，你放肆！我放肆？他羞辱了倾城，动手动脚，要不是我在这儿，倾城很可能就被他凌辱了。这种情况，我不该动手吗？女儿，你别听这个废物瞎说，他是因为被你扫地出门了，心有不甘，故意来这儿闹事的。我妈说的是真的。我再说一个，你弟弟是最有经验。叶凡，你够了！我弟弟这么老实的孩子，会在这么重要的封神宴上凌辱苏倾城？你说谎话起码要过一下脑子吧？好，很好。谢梦瑶，你还和以前一样，只相信你的家人，你根本就不信我。信你？叶凡，你看看你自己，从头到脚哪一点值得我相信？结婚3年，我对你毫无保留的付出，可你对我却没有丝毫的信任。我在你心里永远都是个外人，甚至是下人、仆人，一张嘴就可以骂，随手就可以打。好，很好，非常好。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我没空听你说废话。这可是封神宴，我们这帮大人物在这恭候至尊大人的驾临。你跟苏倾城没有做过这件，现在去到你们该待的地方去。你们等待至尊大人降临。好，那我和倾城应该待在哪里？叶凡，听不懂我的话是吗？梦瑶战神是让你和苏倾城一起滚去门口，当2条乖巧听话看门狗。梦瑶，你真的要这样羞辱我们吗？你不觉得这样欺人太甚了吗？我羞辱你，或欺人太甚。苏倾城，你怕是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梦瑶，我看这2个人啊，跟乞丐差不多，死皮赖脸的待着，就是想混吃混喝吧。不如赏他们一些残羹冷炙。宁无缺，你什么你？宁少可是即将成为至尊弟子的大人，他开口替你们求亲，那是你的福分，还不赶紧跪下，叩谢宁少的大发慈悲。不错，今晚不仅是梦瑶的大日子，也是我宁无缺的大日子。小子，像你这种底层人啊，这辈子连仰望我们的机会都没有。今晚确实是你的大日子，但是不一定是你的好日子。季昆仑，告诉你一件事，10分钟之内给我滚过来，给我一个交代。家主，车已经备好了，您是现在出发，还是再等一会儿？再等几分钟吧，得让镇南王齐昆仑先去。过了今夜，少爷就是至尊的亲传弟子，这区区齐昆仑有什么资格让文高看一眼？你懂什么？
齐昆仑不但是至尊的左膀右臂，更是大夏唯二的七星战神。最关键的是，他坐镇南域9省，是名副其实的镇南王。就连老夫目前也在受他节制，此人物就算我们宁家一步登天，也是得罪不起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风水轮流转，一旦我孙子不缺拜师成功，我宁家在这3年之内，一定会与他平起平坐，3年之后，定能取而代之。镇南王，您有什么吩咐？林建国，你真有一个好孙子！我现在给你10分钟，立刻赶赴风神宴县城，否则今夜我齐昆仑亲手灭你宁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去众神宴！区区宁家不知死活，还在痴心妄想！快，10分钟，必须赶到风神宴县城。叶凡，你够了！你还在假装跟镇南王大人打电话呀？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以为你这样装模作样，就能让我们这些大人物相信你的鬼话吗？风阳，这件事不必放在心上。我即将拜师至尊，平步青云，一步登天。他就是心生嫉妒，装模作样罢了。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我们这些大人物的重视吗？殊不知，在我们宛如看一个小丑子。就你还想平步青云，还想一步登天？宁无缺，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立刻道歉，为你爷爷宁建国，为你们宁家求得一线生机啊！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如果我没理解错你这个废物的意思，你是说，如果我不向你道歉，我们宁家就没有生机，没有活路？你终于说对了一句对吧？哈哈哈！真是笑死我了！哈哈！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说你要灭了我们宁家？没错。哈哈哈！厉害，真厉害！且不提我爷爷宁建国是江南镇守，与至尊相交莫逆，单我自己就是那至高无上、大夏至尊唯一钦点的亲传弟。我怎么都想不通啊！你这个废物，凭什么灭不了我的命？你跟我解释解释。就凭我是你口中的那位至高无上。谢凡，你至高无上，你他妈是疯了吧？废物，祸从口出，我看你是自寻死路。嚣张狂妄之人，我倒是见过不少，不过他们多少得有点底牌，有点本事。像你这样打肿脸充胖子，自掘坟墓，自找死路，我倒是第一次见。是吗？哼，今天我就让你们这2个有眼无珠的东西真正有见识见识。走死！小子，你敢侮辱我们？你可知道战神世家不可辱？小子，我今天就用你这条狗命，让世人知道什么是战神世家不可辱。我从不知道什么叫战神世家不可辱，我只知道辱人者人恒矣。够了，叶凡，你不懂什么叫适可而止。你再这样说下去，触怒了至尊，不单单是你会死，整个苏家都会给你陪葬，甚至会牵连到我。谢梦瑶，我看你最怕的是牵连到你自己。在你心里，什么曾经的丈夫、曾经的感情、曾经的好闺蜜、好战友，
远远比不上你自己的地位和荣耀。不错，是有点一个窝囊废的情况。你以为你站在这儿说点什么至高无上，你就是大人？我们这些大人物又不是傻子，不会相信你的鬼话。梦瑶战神，把这小子交给我吧，我要让他知道战神世家意味着什么。让我知道战神世家意味着什么。你们两个区3星战神，算什么战神世家？已故的苏老战神劳苦功高，乃是我亲封的5星战神。此尚方宝剑丹书铁券可传承100年，这才是真正的战神世家。好，叶凡，我还以为你凭什么在这胡言乱语，原来是凭借着苏家这个战神世家呀！原来这就是叶凡你今天晚上在戴尔森大炮决词的预告之外。既如此，我就彻底打碎了。诸位，自苏老战神仙逝，苏家就已不配战神世家的名号。苏倾城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已被我贬为大头兵，战神之位终身不忘。现在又纵容这个上门女婿在这里胡搅蛮缠，大放厥词，简直丢尽了战神世家的名誉。所以，我在此提议，苏家除去战神世家的名号。区苏家只有苏倾城这一个大头兵，凭什么有空家齐名？我战神世家空家愿以血将携手，不以苏家出名。不知尊卑，不懂进退。看来从今天开始，只有谢家能与我张家、孔家并列为3大战神世家。我战神世家张家会议苏家除名。苏家唯一的希望，苏京城自甘堕落与这个废物搅在一起。既然已经这么自轻自贱了，又何苦死皮赖脸的赖在这儿？我宁家义不义，将苏家除名。苏君城降职之后，苏家原本还保留着战神世家的封号，至少还有点机会。这个废物简直把苏家给害死了。我们杨家，我们李家，我们周家皆同意苏家除名。你们太过分了！你们凭什么决定此事？就为你这个废物，丧门星！谢梦瑶，你真的要对我苏家赶尽杀绝吗？不是我谢梦瑶要对你们赶尽杀绝，而是众怒难犯。要怪，就怪苏倾城非要护着这个窝囊废。叶凡，现在世间已无战神世家，你还有什么可以说？我不知道该说你是鼠目寸光呢，还是说你愚蠢之极。战神世家苏家，只是你能不出名。我苏家战神世家的称号，乃至尊大人亲封，谁敢出名？我苏家战神世家的称号，乃至尊大人亲封，谁敢出名？妈妈，你怎么清楚过来了？妈，您可算来了。这些人欺负我们苏家无人，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莫非你们招惹到这个丧门星，苏家何至于此？王太君，你误会了，今夜有我在，谁也奈何不了苏家。给我闭嘴！梦瑶战神，我苏家战神世家的称号乃是至尊大人亲封，还请梦瑶战神看在至尊的面子上，放我苏家一条生路。
至于这个大放厥词的窝囊废，我宣布，从即刻开始，他和我们苏家没有任何关系，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奶奶，您这样做会害死叶凡呢。他就该死。你清醒一点吧，不和他撇清关系，他再这么疯狂下去，我们苏家全都要被受牵连。叶凡，事已至此，你不能再倔强了，赶紧低头认错吧，否则一切无可挽回，生路断绝，那可就彻底完了。苏倾城，这个废物在我们谢家3年，明明就是一个一无是处、命里草芥的人，偏偏自尊心极强，自以为是，所以他今天能在这儿狂选废日，我一点都不意外。我真是不明白，一个我不要的垃圾，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梦瑶，这苏家确实是至尊亲封的战争之中，在至尊即将降临的当口，倒是没有必要将苏家赶尽杀绝。要是这个废物，不如给他一个解，让他自尽谢罪。既然即将成为至尊亲传弟子的宁少都已经开口了，那你就替我了断吧。啊！原本我们想让你慢慢感受绝望，既然宁少大人有量，那还不跪下叩谢，乖乖自尽。叶凡，听到了吗？听到了没有？我本来想将此件事情禀告给我师尊大人，将你打入天牢，求生不得求死。但我仔细一想，你这个垃圾根本没有资格让我师尊知道。我劝你，还是赶紧自断生路。宁无缺啊，就凭你和这2个土鸡瓦狗，就想让我自断生路，简直是不知所谓呀！你知不知道？别说要我的命，就算你们弄掉我一根头发，你爷爷宁建国都得跪地不起。而你口中的镇南王齐昆仑也会出手，毫不留情的灭你宁家9族啊！齐昆仑和宁建国马上就要到了，来，给你们机会，碰我一下试试。快点，快点，还有5分钟。还有多久才能到啊？快点，快点，再快点！今日至尊，江南镇守命都保不住了，快点！叶凡，你还真是可悲呀！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吹嘘？你是想说我爷爷宁建国会跑在你跟前久跪不起吗？还是想说镇南王齐昆仑要灭了我们宁家9族？你真以为自己是那位至高无上的至尊吗？你也不瞅瞅你现在啥样，穿上龙袍，你像太子？叶凡，本来我还在考虑要不要饶你一条，现在看来，你自我冷顿可能是件好事。不然等到镇南王齐昆仑和宁镇守来了，你的下场恐怕只会更惨。薛梦瑶，你放心好，齐昆仑和宁建国现在肯定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在你们眼里，那2个是高不可攀、高高在上的天，而在他们眼里，我才是这大夏的天。叶凡，你干什么？我这可是宗神殿的守卫高座，别乱来！乱来？谢梦瑶，你错了，我这可不是乱来，我是在给你们机会呀。
时间，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跪下，行礼。或许我可以原谅你们的不敬，还可以给你们一线生机。叶凡，你到底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一线生机。叶凡，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梦瑶战神这么说话？你以为你是谁呀？小子，你太放肆了！你真以为自己是传说中的至尊？大言不惭，狗胆包天！叶凡，我再说一遍，这可是今晚封神宴的守卫，非至高无上者，非君临天下者，非传说中的至尊，不可做！你不仅在这大放厥词，竟然还敢坐在那儿，你有什么资格？我没有资格。谢梦瑶，你真的是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就和这群封神殿的人一样。你们怎么就能确信这位置不是我的？你们怎么就能确信我不是你们口中的至高无上？你们怎么就能确信我不是你们翘首以待的大夏至尊？肆意妄言，无法无天！来人！弄死他！够了！叶凡，你还演得真像。我家师若不是至尊，我差点都被你给骗了。你既然这么爱你，行，那我接下来倒要看看你还要怎么演下去。苏秦城，你现在和这个废物彻底断绝关系，你就还能有一条。我也知道他说的话不会是真的，可是怎么，你对这个废物还抱有幻想？明明就是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废物罢了，就是因为没法攀附上梦瑶战神鸡犬升天，所以就怀恨在心，在封神宴上大放厥词，还企图毁掉梦瑶册封战神一事。你这编瞎话的本事啊，都快赶上宁建国了。谢凡，你还装？我告诉你，有我这位至尊唯一亲传弟子在，你再怎么装都毫无意义，因为都会被我轻而易举地拆穿。至高无上，君临天下，这两个词儿跟你叶凡毫无关系。到了这一步，你还是没有任何自知之明。叶凡，你真的是可怜又可悲。谢梦瑶，我叶凡说的话你从来不信，看宁无缺说的话，你就当成金科玉律。难道他就这么值得你信任？年少的话不值得我信，难道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说的话就值得我信吗？把嘴给我闭上，马上给我滚下来！听得懂人话吗？叶凡，够了，真的够了。梦瑶，我知道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叶凡他做的确实不对，是他冲动了。他，苏金城，都到这一步了，你还要替这个废物说话？再提醒你一次，你现在就是一个大头兵，你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你明白吗？梦瑶，这些年我们并肩作战，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念情分吗？并肩作战，没有我谢梦瑶的提醒，你苏倾城有什么资格跟我相分对比？我马上就要被封为战神了，你苏倾城有什么资格跟我比较？滚！苏金城，你不该求我姐，你该求我。放开我！这样，你今天跪下来好好求我，肯定会帮你的。求我，打我！你个臭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算什么玩意儿？秦城，既然这个王八蛋不知道高明，
你何必为他做到这个份上？更何况，他今天已经捅了南域9省的天。就算是梦游战神不放过他，那其他人能放过他吗？就算其他人能放过他，那镇南王齐昆仑还有宁老镇守能放过他吗？苏家虽然有至尊的庇护，但如果这次还敢再包庇这个废物，苏家日子恐怕真的要被除名了。珍惜我女儿给你们的这次机会吧，否则今晚苏家定将除名。这个窝囊废铁了心要闹trận，他死了也活该。要是胆敢再为他说话，老身就把你逐出苏家。先生，你放心，有我在。谢梦瑶，你和你的家人在京城面前高高在上，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会儿跌落到云端的时候，你该如何自处？毕竟，剥夺你们一切的荣耀，对我而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怎么真以为自己是至尊呐？命上，此人一再辱及至尊，罪该万死。先生说的对啊，你我身份本就天差地别，你这样的废物本就没有资格被我刻意针对，没想到你这个废物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辱其家师，更是居心叵测，妄图毁掉封神殿。既然你不愿意自行了断，那我就只能亲自送你上阵。哼，送我上路，行。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你还有2分钟时间。吹牛逼！叶凡，送你上路1分钟都够。对，今夜此子一再辱其家师，我等一再如他却得罪。此刻，我以至尊为你金本，号召诸侯，诛此狂。我战神世家孔家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小孩一再入祭至尊大人，孔家服役，诛此狂徒。至尊不可辱，年轻人，自作孽不可活。我战神世家张家也出一份力。战神世家针对一个这个废物，他不死都完了。家，周家，杨家，皆服役，诛此狂徒。人贵自知，死不足惜，区区气血，非要找死。叶凡，既然2大战神世家和宁少都判你死刑，那我代表谢家复议此事，你结局注定。梦瑶，我求求你，能不能看在往日的感情上放过叶凡？苏倾城，你还要我强要多少？在梦瑶战神面前，你没有任何滚！大胆！叶凡，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叫嚣？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的狂妄叫嚣，从此时此刻起啊，南域9省127省再没有一处你容身之地，你注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死了也无地方来，注定挫骨扬灰，随风飘零。叶凡，现在还要？林牧师，你现在还有1分钟，为什么还来不及？好，你是想告诉我1分钟之后，七星战神镇南王齐昆仑会带着我爷爷连滚带爬的到你面前，给你一个交代？
叶凡，你临死之前的幻想还真是有趣呀。可惜呀，我已经没有耐心再耽误30秒等你了。我会让你现在就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来人，将这个废物拿下，活活的杖毙！放肆！给我住手！南王，属下谢梦瑶礼过镇南王。我等恭迎镇南王大人。叶凡呀，原本我还想让你慢慢享受痛苦挣扎的过程，但没想到镇南王大人已经来了。对呀，他是我叫来的，有问题吗？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装？镇南王到了，快上去拜见，说不定他会让你官复原职的。叶凡，快点起来！镇南王齐昆仑大人到了，也就意味着至尊即将莅临。如果你现在站起来诚恳认错的话，那么一切都还来得及。青城，你放心好了，今夜认错的人只会是他们。叶凡，怎么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不肯收手啊？难道你就为了在谢梦瑶面前争口气，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吗？苏倾城，怎么了？后悔了？这个家伙就只会丢人现眼，他以为自己很有福气，幻想着自己权势滔天。可是，在众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戏台上的跳梁小丑。站在他身边的你，一定可笑至极。苏倾城啊，苏倾城，到现在了，谁是真龙，谁是废物，你还搞不清楚？真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东西。你们放心好了，今夜丢人现眼的人只会是你们。谢梦瑶，此时此刻就是你的梦醒时分。此处到底发生了什么？镇南王大人，是我等准备不周，居然让封神宴贿赂了一条狗。一条狗？镇南王大人，不过是一条自以为是的赖皮狗，入不了您的法眼。您放心，我这就把这种垃圾给清理掉，绝不会让这种狗东西冲撞到你。镇南王大人，上座静观即可。好，两位不愧是3星战神，不愧是战神世家。这镇南王好像在夸我，可这语气怎么这么奇怪呀？这镇南王啊，向来不好惹，咱俩小心应对。镇南王大人，您这是？宁家宁无缺礼过镇南王。不知家师至尊何时降临？我这当徒弟的也好去恭迎他。家师，你何时拜师至尊？为何不知道？镇南王大人说笑了，您今日不是通知我爷爷，至尊大人同意收徒了？宁建国是这么告诉你的。好，等宁建国来了，看他怎么给你个交代。分明是镇南王给爷爷的电话，怎么此刻？我明白了，还没正式举办拜师仪式，我就自认至尊门生，在这样的场合确实唐突了。多谢镇南王大人提醒，在未正式拜师之前，我绝不再妄言家师二字。只是此次是谢家那个弃婿恬不知耻的自称是至尊，我也是为了维护至尊的名誉，所以才会失言。谢家弃婿，镇南王大人，您请看，就是这个废物，他自诩有战神世家苏家的婢女，
还把南域9省的大人物视若无物。更关键的是，此子一再在吹嘘自己是传说中君临天下的至尊。我等一再苦口婆心，好言相劝呀，他却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坐上了那属于至尊的至高无上的首位高座。此种行径，当诛不赦。镇南王大人，这小子罪大恶极，虽有余辜。不错，此子不死，我战神世家颜面何在？南域9省颜面何在？您镇南王大人的颜面何在？镇南王大人，为了惩处此子，维护至尊的荣誉，晚辈以至尊未来弟子身份，联合南域9省的各大世家，共同举行除此黄土，以尽孝道。没错，镇南王大人，这种胆敢对至高无上的至尊大人不敬的狗东西，就应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哼，就这么一个小人物，让我们这么多大人物开口定其生死，乃是他无上荣光。镇南王大人，此子虽是我的前任姐夫，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他本就是个低贱的庶民，当诛则诛。我们谢家没有任何意见，您不用多问。没错，此子该死。叶凡，你我虽曾经同为夫妻，但现在我也救不了你了。哼，谢梦瑶，你是救不了，还是压根就不想救啊？还是更进一步，巴不得我现在去死，免得影响你等会儿攀上至尊吧？镇南王大人，这家伙有多么狂妄，你也看得到的吧？至尊钦点册封的梦瑶战神，他都敢对其不敬，这种人做出天理难容呀！说起来，这件事情不怪我，在处理垃圾的时候心慈手软，导致垃圾还没有处理完，镇南王大人您就亲自来了，冲撞了人，实在不见。好，好，好！宁少果然是文韬武略，杀伐果断，无愧是宁家大少。镇南王大人命惨了，我只是一心一意为至尊大人着想罢了。镇南王大人，您稍等，我这就把垃圾丢到垃圾该带的地方去。垃圾，真是狗胆包天，狗胆包天！镇南王齐昆仑，如今这个局面该如何处理呢？叶凡，你不要命了？怎么能直呼镇南王的名讳？走，我们走。他不想活，我还想多活几年。我以为你冲撞我们就已经很白痴了，现在还冲撞镇南王。叶凡，你以为你故意冲撞镇南王大人，就可以牵连我女儿，牵连我们谢家？这痴心妄想！叶凡，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这战神之位乃是至尊亲封，无论你再怎么样，也改变不了他的心。王八蛋！你以为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嚣张？你真以为我不敢直接把你换成？闭嘴！镇南王大人，您这是？年轻人不知道天高，是你爷爷宁建国教你这么狂妄的吗？啊！镇南王权大名昭，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说此子真的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怎么会这样？这到底怎么回事？叶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南域9省镇守七星战神镇南王齐昆仑拜见至尊，拜见至尊，拜见至尊，拜见至尊。
晕了，至尊啊，真的是晕了。啊！这真的，至尊，至尊，他怎么可能是至尊？他怎么可能是至尊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也不信，他一没能力，二没背景，他怎么可能是传说中的至尊？他是至尊，是我最看不起的男人，是我最仰慕的至尊。我们大夏108战神，至高无上，绝世无双，君临天下的至尊。这怎么可能？老天爷，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在跟我开玩笑吗？至尊大人，属下急公令护主来迟，扣紧至尊责罚。无妨，如果你来得太早的话，我还没办法见识到这些世家大族有多厉害呢。至尊大人，此事属下定然会给您一个交代，请您上座进观。这至尊院首座，象征着至高无上，意味着君临天下，代表着当世无双。我坐上来，那就无法无天了。席昆仑，你这位镇南王，是不是也要和这群蛇鼠之辈一样，定我个其罪当诛啊？至尊大人，这世间除您之外，谁可上座？至于这帮跳梁小丑，属下我齐昆仑，我会让他们给个交代。你们该当何罪？镇南王大人，我真是一夜成梦，有眼无珠啊！居然没认出至尊大人，这一切都是误会啊！误会？你称之为这叫误会？镇南王大人，这事儿不能全怪我们呀！我等这个级别，只是有幸在数百米外见过至尊的背影，不知道龙爷真面目。况且今夜之事，是因为他自称是至尊的亲传弟子叶无缺，他做的事儿。我等还以为，镇南王大人，我虽然有眼无珠，但我的本意确实是为了维护至尊大人的名誉啊！今天虽然冲撞了至尊大人，我愿接受一切惩罚，就算至尊大人派我去镇守边关，我也在所不辞，无怨无悔啊！我也愿意接受惩罚，替至尊大人镇守边关。没错，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姓宁的，不然我们不会误会我们的好女婿的。镇南王大人，那个是我亲姐夫，好姐夫呀！若不是宁无缺的话，我和我姐夫之间不可能有这么多误会。姐夫，如果你真的要处罚我们谢家的话，我谢家认罪。我等都愿意接受处罚。叶，他怎么能是至尊？怎么能呢？这些人都瞎了吗？叶凡怎么可能是至尊？哦，我明白了，原来不是你们恃强凌弱、仗势欺人，是我叶凡遮三瞒四，让你们误会了我是个小人物，所以肆意羞辱，断我生死。我还是你们的好女婿、好姐夫，我们之间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误会，果然都是误会呀。那既然这样，那就小惩大戒吧。乌纱帽都摘了吧。至尊大人，您
是给我开玩笑吗？我可是您亲自下诏册封的呀！是啊，至尊大人，这种玩笑开不得呀！我能册封你们，就能罢免你们，有问题吗？至尊，你什么意思？你真要罢了我们的乌纱帽吗？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至尊大人，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规矩，我的话就是规矩。我等的意思是，您现在虽然贵为至尊，但也不能无端的摘了我们的乌纱吧？没错，我们镇守一方，劳苦功高，贸然下台，恐怕时局会不稳呀。是啊，至尊大人，还请您三思啊。叶凡，就算你是至尊，这种事也不能儿戏吧？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们这是在威胁我。您要这么理解的话，也可以。张明阳、孔天赐，你们简直大逆不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眼前之人是谁？还是说你们想造反？镇南王大人言重了，我等的意思只不过陈述事实罢了。我们这些人做到今天之高位，那是因为朝中有靠山。我想，这样无端摘掉我们的乌纱，至尊大人回朝也不好交代。没错，我们都是为了至尊大人着想啊！还请至尊大人收回成命。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归隐3年，影响力大不如前？现如今奈何不了你们，还有你们身后的靠山。没错，我就不信当今天下可以一手遮天。好，几个人，那就满足一下他们的要求。5分钟，摘掉这些人的头顶乌纱。刚才我还在怀疑，不过现在我可以确定了，你定非至尊。没错，摘掉我们这样3星战神头顶乌纱，岂是5分钟能解决的？你简直口出狂言！没错，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废物连镇南王大人都给欺瞒了。我就说了，在我家混吃混喝3年，我就没看出来你有这本事，就该死！叶凡，你演的还挺像是吧？为了今天，你应该排练了不少次吧？镇南王大人，你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至尊？我能不知道吗？至尊礼到，至尊亲赐大夏第1女战神1品玉宝凤袍，着此袍，见王不败，见神不离。至尊亲赐大夏第1女战神丹书铁券，藏此卷，庇护亲族，得福9世。至尊亲赐大夏第1女战神轩辕神剑。持此剑，百无禁忌，如见至尊。什么？至尊亲赐1品玉蟒风袍，身穿此袍，梦瑶战神就能和镇南王平起平坐。丹书铁卷，可保谢家9世富贵平安，这可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呀！你们懂什么呀？这3件宝贝之中，最贵重的可是这把轩辕神剑。持此剑者，如至尊亲，就算是7星战神齐昆仑，也得跪下。真的，这就是传说中真正的轩辕神剑。轩辕神剑，至尊佩剑，见轩辕神剑，如见至尊。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3样礼物，你喜欢吗？这些是给我的。没错，我早就跟你说过，今夜封神宴所有的荣耀都将转移到你的身上。
青城，你放肆！此剑是至尊大人的随身之物，是赐予大夏第一女战神的，也就是我。你一个大头兵有什么资格出不？谢梦瑶，你胆大妄为！此物乃是至尊亲赐给苏小姐的，这世间除了她，还没人敢动。真南王大人，你当我是傻子吗？如若这个废物真的是至尊的话，他为何来的时候不直接带着这3件重礼，而是托人送过来？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齐昆仑大人，以你7星战神执掌南域9省镇南王身份，居然配合这个废物演绎出冒充至尊的大戏，你戏剧何为啊？谢梦瑶，你放肆！事到如今，你还敢胡言乱语？胡言乱语的人是你吧？轩辕神剑乃是我师尊至尊的配件，传言中轩辕神剑出，至尊降，也就是说，真正的至尊大人马上就要驾到。你到现在这个时候还在说这个废物是至尊，你这是忤逆！诸位，我之前听说一个传闻，我们这位7星战神真南王对我们江州第一美女苏倾城有诸多照顾。这位第一美女啊，之前升任战将的册封书就是齐昆仑亲自签发的。这么看来，他们2个人的关系真是有些不清不楚呀！啊，那要这么说，今天这出大戏是由我们的镇南王大人为博美人笑，烽火戏诸侯啊！这么看来，这废物什么都不是。好你个苏倾城，在我面前装清高，原来早就是镇南王的玩物了。不就是配合叶凡演一场好戏吗？你好好的伺候我，把我伺候的开开心心的，我也可以帮你啊！我呀，现在就将这里发生所有的一切全部告诉我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别想走。什么？有人冒充至尊？该死！这是大逆不道！给我加授！刚才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以为叶凡就是传说中的至尊，凭一人之力屹立于万人之上。只可惜啊，非君临天下者，即便武功再强，也会露出马脚。没想到为了演这么一出戏，居然把自己的女人当做不送的圣人。叶凡，你的无耻和贪慕虚荣，真是让我耳目一新。梦瑶，他们也就罢了，怎么连你也这样说我？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啊！你不是，他是。你们这些人呐，胡言乱语、异想天开的本事，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可惜啊，我已经没有时间看你们表演了。5分钟的时间到了。洪战神，通知一下，你已经被撤职，3天内交出一应全名，违令则诛。喂，战神张明阳，我刚刚得到消息，您的撤职令已经下来了，以后请好自为之。什么？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真是至尊！正式宣布一下吧，战将谢梦瑶虽有战功，但德不配位，取消册封战神仪式，连降10级，负责守江州大门。战将苏倾城任劳任怨，劳苦功高，品行俱佳，赐1品御马凤袍，配轩辕神剑，赏丹书铁券，决升3级，择日册封大夏第一女战神。
说我战神？没错，你不用怀疑，就是你。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村长，你的。刚才你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只是你不信。谢梦瑶，你现在信了吗？你后悔了吗？我说你目光短浅，自以为是。我说战神苏家非你能出名。我说今夜之人无一人值得我仰望。我说你的所有荣耀都会转移到倾城身上。你现在，你看到了？你现在相信了？结婚3年，你的身份居然一直瞒着我。是。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就不会离婚的。我说了，你就会信吗？我说了，我怎么能看到你这个贪慕虚荣的模样？我说了，我还怎么能遇到我的真命天女啊？你们，叶凡，你还在这强词夺理，分明只要你把一切都说出来，大人这3年来就不会在边关出生入死。你现在说的好听，不就是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吗？事实上，你早就跟这个贱人勾搭在一起了。你们到现在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和他在一起。给我走！你正在打我！你再侮辱倾城市长，就不仅仅是打你了。叶凡，我不想去跟你纠结这3年的事情，但是这3年来，我拼尽全力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获得这个侧锋战士的机会。你不能一句话就抹杀我所有的努力，再把属于我的荣耀转移给苏倾城，这对我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没错，战神之位是梦瑶大人立下赫赫战功得的，你凭什么剥夺？谢梦瑶，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什么出生入死，拼尽全力立下战功？哼！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谢梦瑶，要不是至尊数次暗中相救，就凭你那微末的本事，早就在战场中死了无数次。特封大夏第一女战神，你也配？谢梦瑶，当年结婚，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册封战神，让你们谢家成为战神之家。我想要帮你，但是又怕你有压力，所以我选择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相处。只可惜呀，3年夫妻，在你眼里毫无意义啊。还好，你让我认错了人，你让我找到了倾城。叶凡，我的意思不是要和你离婚，我只是……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再说了，你最看重的是地位、荣耀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有意义的是他。齐昆仑，你竟敢让人冒充至尊，还妄图打压至尊亲自册封的大夏第一女战神，看来你的时代结束了。今日过后，我命家
不但能够镇守南域九省，最关键的是要将齐昆仑拿下，得到至尊大人的信任。彼时，我宁家定会青云直上，与国同寿。至尊大人，今日千错万错，都是我有眼无珠，不识真龙啊！属下罪该万死，还望至尊大人高抬贵手，给我孔家一条生路啊！现在知道错了，不嘴硬了？那你呢？属下一知自己罪该万死，进去军阀处领罪，但求至尊大人大量，大慈大悲，给我张家留一条活路。宁家之错，罪该万死，但求至尊大人给我们宁家一条。我等也知错，愿领罪，恳请至尊大人给家族一条活路。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你在我们谢家3年，我从来就……齐昆仑，此事交给你处理，于社稷有功者，免罪。大人放心，此事属下定会处理妥当。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苏家竟能与至尊结为亲家，祖坟冒烟呐！都是我的好女婿啊，你跟倾城的事儿我也同意了，只是这个册封大夏第一女战神，这个时间拖太久，恐怕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伯母说的是，传我诏令，昭告天下，3日后举办众神宴，正式册封。届时大夏上下共庆盛世。属下领命。属下领命。冒认至尊，假传诏令，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冒认至尊，假传诏令，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没法，冒认至尊，假传诏令，这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此子是假的啊？宁老之上，您的意思是这家会是假的？假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这个窝囊废怎么可能是大人物，还至尊？我呸！诸位，我爷爷是江南镇人，他有幸见过至尊。这小子是不是至尊？我爷爷一看便知。假的？人装的陋巷。叶凡，我还以为你有多威风，到头来你还是你。你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从来就没有靠自己站起来过。齐昆仑，你好大的胆子！昨日你我礼见至尊，皆知至尊力排众议，已册封谢梦瑶为大夏第一女战神。至尊金口一言，言出法随，而你区七星战神，区镇南王，竟敢违背至尊的旨意，还找来一个废物冒充至尊，你这是大不敬！林建国，你以为你自己在跟谁说话？肉眼凡胎不识真龙，该当何罪？真龙，哈哈哈！虽然碍于身份，我一直没有资格见到至尊的真容，但是至尊是何等人物？人间无敌，独我无王，至高无上，君临天下。而他区一个谢家弃婿，和一个大头兵混在一起，一无是处，丢人现眼，居然也敢妄称至尊。你告诉我，他全身上下哪一点像至尊？齐昆仑，他为了一个女人，居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居然让一个废物冒充至尊，真是可笑可悲，真是活！诸位，今日封神宴，
有人包场过心，以为除了他无人见过至尊的真容，就可以一手遮天。哼，只可惜呀，这人的外貌是可以改变的，但气场永远不变。哼，此人从头到脚哪一处像至尊？我以江南镇守的身份宣布，封神宴作废。我会禀明至尊，于3日后召开众神宴，重新册封大夏第1女战神。什么？孟老镇守居然宣布封神宴作废呀！看来宁老镇守一定是得到至尊的授权了。也对呀，宁少可是至尊的关门弟子。从今天开始，宁老镇守才是至尊的第1心腹。看来齐昆仑的时代结束了。果然是假的，我就知道，3天之后再册封战神，而是召开规模更高的众神宴。到时候大夏108战神全部降临，这是至高无上的格局。我就知道，至尊大人是赏识我，是看中我。大人，那是肯定的。至尊大人啊，肯定早就被你迷上，早就爱上你了。至于叶凡这个废物，只知道在这装，简直是罪该万死。林建国，你好大的胆子，敢质疑至尊身份，还敢宣布今日封神宴作废，你把自己当什么人了？齐昆仑，我胆子再大也没你大。我看你啊，还是好好珍惜一下你坐镇南域9省的最后一点时光吧。待我禀明至尊之后，世间再无7星战神镇南王齐昆仑。关于这个废物该如何处置，还请问梦瑶战神，您有什么意见？叶凡，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还不能认清自己的身份吗？你还不明白你跟至尊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你知不知道，就凭你假扮至尊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我知道，其实你并不知道。你早就明白我为何会对至尊方心暗许，而不是你。你只不愿意认清现实。不愿意承认现实的人是你吧，谢梦瑶？到底想说什么？对你，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的话都会留给至尊说。从今以后，我谢梦瑶是属于至尊的。至于你叶凡，你现在给我跪下道歉，我或许可以饶了你。如果我说不，梦瑶，梦瑶战神，你别听他的，他就是嘴硬，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求你放过他吧。叶凡，看在曾经夫妻3年的情分上，我这次可以饶你一次。面对人说我不念旧情。小子，既然梦瑶暂时放了，老夫就不和你计较了。喂，叶凡，梦瑶战神已经饶你不死了，你还不赶紧跪下谢恩？哼，你让我跪他呀？我敢跪，他敢应吗？叶凡，你别不知好歹！梦瑶战神念旧情，我们可未必。诸位，算了，看在我的面子上，这次就放他一条生路。大人，怎么能就这样算了？动他的话，势必会跟这名王起冲突，不值得。而且现在当务之急是我册封在下第1女战神之事，我必须要尽快面见至尊，得到至尊大人亲口承认，我才放心。而且，我想赢得至尊大人的心意，我也想让至尊大人能够明白我的心意，没有必要踏实自己的事情。大人说的有道理，今晚趁你被叶凡这个废物灭掉，至尊肯定不会嫁人。我们现在就去面见至尊。面见至尊不能空手去，你去帮我做一份重要的。大人，你有糊涂啊！
对于至尊而言，什么珍贵的礼物都不算什么，只有您啊，才是最好的礼物。你说什么？至尊大人不想要任何礼物，只是想要的。那是当然，什么珍贵的宝物，至尊也不可能多看一眼。而是沉鱼落雁的您啊，才是至尊最想要的。对了，大人，我再去给您准备一件。什么？是那个？大人，你怎么说出来了？你放心，只要你穿上，以你完美性感的身材，就算是神仙也会动了凡心的。是吗？那好吧。要不是我突破至高境界，耳力远超常人，还真听不到你们的悄悄话。窝囊废，你笑什么笑？今晚若非你一再捣乱，此刻梦瑶战神已经正式册封，哪还需要等到3日之后？不过，也许你也算做了一件好事。等会儿至尊和梦瑶战神一起。今晚的事情我不想再跟你计较，但是叶凡，我警告你，我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刻在人间的情上饶过你，此为真。好一个好自为之。谢梦瑶，你决定放过我，其实是救了你自己。既然你这么想面见至尊，表达心意，还有情绪内衣，好，那我们可能很快又会再见面。还有你们诸位，3日后，大夏108战神旗帜册封倾城的众神宴上，我们再见。师尊，您要答应宁建国3日之后召开众神宴一事？没错。为什么？如果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们发现3日后坐在首座高位的那个人依旧是我，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您的意思是，3日之后的众神宴，除了宁建国之外，依然要让谢梦瑶这些人参加？我很期待看到我的时候，这些南域9省的人上人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是。弟兄们，你们死后还不得安宁，是我叶凡对不起你们。不过，放心，我这一次定然会给你们找一个安稳居所。下手！你混蛋！你放手！你放开！松手！谢夫人，我已经不是你的女婿了，你还想随便动手？别怪我不客气。反了！叶凡，你个窝囊废，你反了天了你！都是因为你，我女儿册封战士一事才有了变数，你就是个罪人！没错，别以为我姐不跟你计较，我们谢家就会放过你。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我死定了？谢薇，我告诉你，我已经不再欠你们谢家了，我和你们谢家已经恩断义绝了。如果你想搞死我，你先看看你自己的命够不够义。叶凡，你真够狂啊！你敢威胁我？行，你现在想走可以，但是把不该属于你的东西留下。这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我信你一脸，你以为我不清楚吗？结婚3年，你打工的钱1分都没有上交，全部给本少拿出来！这什么？这什么？什么？贿县？什么玩意儿？你把这东西放包里，可信本少，我他妈弄死你！谢伟，你是真想死啊？怎么
你要清楚，这儿是谢家，你要知道，在这儿对我动手是什么后果。呸！什么玩意儿啊，当成宝一样。你这东西送给老子，老子都不要，自个儿拿回去当你谢家的传家宝吧。儿子，你仔细想想，这个窝囊废他不可能贸然的把这个灵牌放包里，一定是把值钱的东西藏包里。那我……哎，别动！别动！住手！让你解，我让你解！说，把值钱的东西藏哪了？说，混蛋！这是我弟兄的灵牌，你这个贱人，你居然让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个为老不尊的家伙，你不是想要钱吗？我给你，我一巴掌给你100万，够不够？你想干什么？叶凡，你居然敢在我谢家发言，还想打我吗？我打他怎么样？你问他刚才干了什么？他不需要问什么。就算你有天大的力量，就算我妈有天大的错误，你都没有资格对他动手。你忘记什么身份？我知道，你曾经身份不凡。结婚的时候，你告诉过我，你得的是上京叶家大少，但是你早就被逐出谢家，是我们谢家好心收留了你。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恩将仇报。在封神宴上，若不是我对你高抬贵手，你早就被人搓骨咬碎了。谢梦瑶，你已经发展到是非对错都不分的地步了。是非对错，在我们谢家人眼里，你就是一个叶家气少，是我们谢家人收留的一条狗。在我们谢家，我们明是而你只能认错。我就是一个灵牌，砸了就砸了，我赔你一个纯金的，够不够？山海说，传说中神秘的至尊近日将现身江州，你这位镇北王可知此事啊？略有耳闻。我曾听闻，这位世间无敌的至尊并无世家背景，若是能为我叶家所用的话，我叶家一步登天也不是不可能啊。世子，至尊身份至高无上，若是想与其合作，恐怕您得亲自去挑战。放肆，镇北王！世子乃世间第一流的人物，区区至尊，没资格让世子走这一趟。在我家世子面前，无人敢称至高无上4个字。镇北王，你要慎言。哎，小心条子，不得不礼。上海说，我知道至尊的身份那是至高无上，但是你这位镇北王可是我叶家一手扶持的，你对至尊这么恭敬，不太好吧？世子明鉴，我对叶家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山海说，不用隐着，你的忠心我知道，但是你让我去一趟江州，一定有什么缘由吧？世子，据说至尊将会在众神宴上正式册封大夏第一女战神谢梦瑶，想必您对这位女战神会有一点兴趣。哦，哼，不错，不错。什么名媛千金、网红明星、异域公主都玩腻了，这位大夏第一女战神还没玩过，有点意思啊。除此之外，这位大夏第一女战神谢梦瑶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她是叶家弃子叶凡的前妻。哦，哈哈哈哈哈！
我那位被我逐出家门的窝囊废大哥，这谢梦瑶，他的前妻。而且我还听说，叶凡和他结婚3年，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窝囊废在哪儿都是窝囊废，丢人现眼，一无是处。这样，找人当着我这窝囊废大哥的面，把他前妻给我挽过来。等我玩够了，或许我能赏我这窝囊废大哥一口汤喝。哎呦，难得去一趟江州啊，找点乐子，不错。镇北王，就别用自己人了，就用岛国那个废物做什么水刀剑圣的吧。是。这2块金砖足够你去打造一个纯金的灵牌了，够你赔偿。现在立刻给我妈和我弟弟道歉，然后带着你的垃圾给我滚蛋！姐，干嘛对这个废物这么客气啊？直接丢出去。没错，老娘不过是砸了他一个灵牌，就算挖了他祖宗18代的祖坟，他也应该感恩戴德。这东西给狗用也不给他用。谢梦瑶，我原本还想给你个机会，再多观察你几天。如果你真有这个能力，即使你和我离婚了，我也不介意封你为战神。但你和谢家太让我失望，你们不配。叶子，时至今日，你还在说这种大话，有意义。你知道吗？你在我眼里面，此时此刻，都是可笑又可悲的。我也有丧家之犬。叶凡，你别千方百计的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窝囊废的名号，从今天开始，不止江州，会传遍南域九省。自知之明这4个字，你会写吗？不错，他这样的人当然没有自知之明。地位嘛，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意见。他这样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废物，当然梦瑶，这个是3日后众神宴的邀请函，我特地拿过来送你。众神宴邀请函？这么说，我姐册封大夏第一女战神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谁也阻止不了。宁无缺能带来邀请函，难不成他已经拜师成功？众神宴的邀请函，我怎么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了。这众神宴是我师尊至尊大人指定我宁家举办，而这邀请函非南域9省大人物，非战神，非至高无上者不可。你呀，当然没有资格知道。那这么说的话，你宁无缺也不配去啊？哦，我不配去？叶凡，你恐怕还不知道呢。众神宴上，我爷爷会恳请至尊，也为我册封战神。这众神宴就是为我和梦瑶举行。我差点忘记，我们这些顶级圈子的消息，你叶凡会知道。当我看到你死皮赖脸出现在这儿的时候，我差点都忘记，叶凡可是一个窝囊废呀！啊，一个靠着吹嘘来抬高自己地位的人，确实是窝囊废。怎么回事？这个窝囊废难不成知道我还没拜师成功？不可能！叶凡，你是在嘲讽我吗？你怎么不说只要你不点头，我永远没有办法拜师至尊？你说的没错，就你这样的人，
永远都没有机会。叶凡，你够了！你不要拿我的宽容大度当做你放肆的资本。你知道你冲撞的是谁吗？大夏第一人无上师尊的门生。无妨，最有硬的就是这种无能之辈最后的追求。叶凡，你只要现在跪下来求我，我就可以饶恕你不敬准战神。准战神，你无趣了。恐怕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再把你当回事儿。你算什么东西？白日说梦！叶凡，你够了！你现在马上从这给我滚出去！你要找死的话，给我死坏！别脏了我们谢家的地儿！叶凡，你听到没？我姐让你滚！谢梦瑶，你会为你刚才这一巴掌所付出代价。3日后的众神宴才能走着瞧。王八蛋，你居然敢闪！弄死他，姐，弄死他！叶凡，干嘛？什么意思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捣乱，不就是为了这个？这里面是你这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足够你吃。拿着这笔钱赶紧滚蛋，以后都别出现在我面前。混蛋！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装模作样，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高看你一眼吗？我只会觉得你不知所以。叶凡，跟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谁？出来！谢我！我找你找的好苦，都是因为你。我堂堂群星战士，如今在逃，就被沦为兽。你刀姓盛，你还没死。该死！上一次一战，臂伤还未痊愈，这一次恐怕麻烦了，得求救。鬼刀剑圣，你敢在我的风云山腰上，这一次不上就来。只可惜，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你生擒活口，捅死敌人！快点！跪下！你说要我跪下？对。剑三，这个废物就交给我吧，你动他，只会脏了你的手。走远了，走人！想把大峡谷人才济济，随便来一个小白脸，都是个一定的高手。在我地盘让你跪下，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可惜啊，偏要找死。一招就把我打成重伤，你究竟是什么人？区区倭寇，还没有资格知道我的身份。怎么会这么强的？但是我告诉你，我的主子是绝代天骄，今天坏了我们的好事，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背后还有人，特地让岛国第一高手出面，莫非是上天？
凡，你他妈干什么？还不放开梦瑶！滚蛋！怎么了？何这是怎么了？梦瑶，你没事吧？我刚刚被轨道剑圣偷袭，他怎么不见了？看来是我及时赶到，鬼刀剑圣知道我是至尊门生，就吓跑了。梦瑶，你刚刚被岛官袭杀，我及时出手相救，没想到叶凡这个废物，趁我去追杀鬼刀剑圣的时候，还想要违信。如果我说是我救了你，你信吗？你救了我，叶凡，我们结婚3年，你什么能力我又不是不知道。你要真有这个能力，我们的婚姻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以前我也只是觉得你没有能力跟这事儿有关，现在我才看清你的真面目。我谢梦瑶真是有眼无珠，竟然跟你结婚3年。有眼无珠的不是你，而是我。叶凡，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装模作样啊？你以为今天这个事情就会这么过去吗？来人！哦，你以为就凭这几个土鸡瓦狗就能留住我？至尊，刚刚得到消息，江南镇守宁建国拟将苏家从战神世家除名。好大的胆子！伸手啊！放他走。宁少，为什么让他走？我爷爷刚刚下令，让我和张明阳、孔天赐2位3星战神去一趟苏家。从今天开始，苏家除名战神世家，苏家侯府即日起将成为大夏第1女战神的府衙。梦瑶，恭喜你册封战神，恭喜你。成事不足，败事处理干净吧。请叶师死，再给属下一次机会。剑圣，我来替我家世子送你上路。都是传说中的魔妃，那你一定就是妖妃了。你们2人居然都臣服于叶世子。虽然是废物，但是废物没有在意我。小七小子，一会儿带上他去找这位大夏第1女战神谢梦瑶玩一玩，多少得有点见面礼吧。好。属下办事不力，请世子责罚。玩个女战神，顺便踩踩我这废物大哥，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众神宴上收服至尊一事，别再乱搞。世子宽心，以您的身份肯驾临江州，众神宴首座高位，非您莫属。我会去给至尊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谁才是大夏的天。苏家怎么回事？至尊，宁建国以江南镇守名义下令，将苏家从战神世家除名。孔天赐、张明阳也有响应，目前应该已经到苏家了。好大的胆子！您的意思是送我去苏家？有些太会蹦跶的蚂蚱，是该除名。属下领命。苏清晨，你这个贱人！我们苏家的多年基业成空，我他妈真想弄死你！奶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们要这样对我？你还好意思问发生了什么？
就在刚刚，江南镇守宁建国亲自下达的命令，苏家从战神世家除名，就连侯府的牌匾都要被人摘走了。同时，我们苏家变成了整个江南，不是整个南域9省最大的笑话。怎么会这样？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为了叶凡那个废物，得罪了梦瑶战神，得罪了宁少，甚至得罪了至尊。这现在恐怕只是一个开始。冤孽呀！我堂堂苏家战神世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谢家谢梦瑶大人到，宁家大少宁武缺到，3线战神张明阳孔天赐到。苏家礼过梦瑶战神，礼过宁少，礼过2位战神大人。诸位大人驾临，苏家蓬荜生辉，请上座。苏老太君，上座就免了吧。今日我等前来苏家的缘由，就不必多言。宣江南镇守诏令，苏家德不配位才不堪任，已不配名列战神世家。即日起，苏家除名战神世家。苏老太君，还有诸位，你们谁有意见？梦瑶，你一定要刻意针对，非要把我们苏家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吗？苏倾城，注意你的身份，区苏家一介大头兵，有什么资格让梦瑶大人针对？你配吗？好了，不要跟着我下的人啰嗦。林少，问正事。今日有战神世家孔家、张家2位3星战神在此，更有大夏第一女战神谢梦瑶进城。来人，摘掉苏家侯府牌匾。今日5时之前，苏家搬离此处。若有违抗，斩立决。敢拆苏府的牌匾，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好大的胆子！好，厉害，厉害呀！我以为是谁在大呼小叫呢，原来是叶凡你呢。怎么，你真不怕？冒认至尊的胆大妄为之徒，现在又当着我们的面大放厥词，看你是不想活了！不知死活的狗东西，还敢出现在我等面前！跪下！你是疯了还是傻了？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是大忌？哼！疯的人是你们！苏家侯府至尊亲封，世袭罔替，谁敢除名？叶凡，你别冲动，他们有江南镇守宁建国的诏令。京城无妨，区江南镇守还没资格让苏家出名。今日之事，这些定当给个交代。叶凡，你要找死你自己去啊！你别拖累我们苏家。诸位，没想到我宁家这么没有面子啊！堂堂战神世家，江南镇守，居然没有资格让苏家出名，真是个笑话。宁家确实是个笑话。宁家是笑话，那我战神世家孔家呢？也是笑话。有意思。那我战神世家张家呢？哼，你们通通懂笑。谢梦瑶就在此说。世子，根据消息，除了大夏第一女战神谢梦瑶之外，还有和她并称江州双骄的江州第一美女苏倾城也在。有意思，江州第一女苏倾城，可惜身份不够啊。世子，这苏倾城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叶凡的县令。好，我这废物大哥的县令，一个大夏第一女战神，一个江州第一美女，一个前妻，一个现任，有意思，太有意思了，真是让我兴致高涨，兴致高涨啊！叶凡，你不会不知道宁家、孔家、张家在江南地区代表什么？先前在封神宴上，大家看到我面对你高抬贵手，你偏偏又有过了自寻死路是吗？自寻死路的是他们。在封神宴上，我已经下令张家、孔家在战神世家上除名，时至今日，仍然以战神世家之主、三星战神之名自称。你们是想造反吗？我看要造反的是你！封神宴上，冒着至尊一事，谁人不正，谁人不晓。我看你是装上瘾了你。梦瑶战神，现在这小子执意找死，那就别怪我怎么不给你面子。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要让我们两家除名吗？给你3分钟，办不到，我叫人把你满嘴牙拔下来，看你还嘴不嘴硬。好，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那就成全你们。昆仑，传我诏令，1分钟之内，张家、孔家除名。叶凡，你还真是能装啊！就凭你这个垃圾，还能让战神世家除名？你这个不死！我叶无道的嫡亲大哥想要除名区区2个3星战神，有何不可？想要除名区区2个3星战神，有何不可？本尊面前，你敢放肆！许久没有听到这么狂妄的话，敢不把我们2个3星战神放在眼里？3星战神很了不起吗？我作为我们家世子的玩物，可从来不把3星战神放在眼里呢。是啊，姐姐，我记得我们杀了好几个3星战神呢。是魔妃慕容子，这么说，难道你就是要飞纳兰青？传说中，这2个妖女不是水火不容吗？她们怎么会在一起出现？还姐妹相称，我们这2个实力，任何其中一人都丝毫不逊于你我2人联手啊！他们要插手事情，那我们怎么办？叶凡，上京叶家嫡系，曾经的大少，曾经执掌上京叶家半壁江山的男人，这资格你说够用了吗？啊，上京叶家，那可是大夏4大顶级世家之一呀！传闻中，上京叶家距离大夏第一世家仅差临门一脚的距离，那是大夏绝无仅有的庞然大物。难道这位是叶家世子叶无道，上京第一人啊？这个废物继续，居然是上京叶家曾经的大少，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他就是上京叶家曾经的世子候选人之一。虽然夺嫡失败，也不是你们这些二猫二狗有资格羞辱的。我从未有什么夺嫡的兴趣，不过是你们一厢情愿。夺嫡失败之人说这话未免可笑，你可知叶家世子的权势有多大？妹妹，让他看看。传叶世子诏令，江州战神孔家、战神张口即刻除名。1、2、3。孔战神，不好了！大内警卫下令孔家传诏令，要灭孔家满门。大人，大内传诏，赐你白绫3尺，鹤顶红3两。
叶凡，多年不见，这两废物就当做送给你的纪念品，怎么样？满意吗？叶凡，还不快点跪谢世子大恩！这盘踞江南数十载的战神世家，这叶世子挥手之间就将其覆灭了。叶家竟然真的有这种能量，是叶凡他一直以来。莫阳大人，叶凡真的是上京叶家的人，可是我怎么感觉他是叶家的人，可他只是叶家的气少，一个气少绝对不可能拥有什么能量。叶家，传说中的那个叶家，这样岂不是我们苏家就要发达了？叶凡，你真的是叶家少爷？那你那是以前，现在我早就和叶家没有任何瓜葛了。不过你放心，叶家对我来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叶无道，你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叶凡，我的好大哥，你不用害怕，也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我对于你这种人啊不感兴趣。你这种小角色，连让我刻意针对你的资格可都没有的。不过嘛，我对你身边这两位美人倒是很有兴趣。来人，奉礼。上京叶家赠谢梦瑶小姐百达翡丽星空腕表100亿黑金卡。鬼刀剑圣的尸首。哎呀，其他的，虽然送了一具死尸过来，但是这是你谢梦瑶册封大夏第一女战神的器物。叶世子的意思是，它归你，你可以对外宣称你杀了鬼刀剑圣，而你这位大夏第一女战神，而你这位大夏第一女战神归我。叶世子的好意我心里了，但是不用。这么说，你是准备拒绝我？有意思，这么多年，你还是我第一个拒绝我的女人。叶世子，你这样做，岂不是让梦瑶冒领功了？冒领？叶世子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谁敢违抗？难道有人会说出去吗？就算说出去又有什么用？我们叶世子说了，这鬼刀剑圣就是谢梦瑶杀的，哪怕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是假的，那谁敢说个不字？叶凡，你的一位前妻，一位现任，似乎好像不太明白上京叶家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啊？这样吧，咱们玩个游戏，你的前任，你的现任，现在都是你未得到的女人，我一定想到并蒂花开，我想会同意的。今天晚上8点，把这2个女人送到师姐大她的游艇客房，否则他们的下场就是谢夫人的下场。懂得做狗，说不定呀，我们世子大发慈悲，给你点残羹剩饭。这是我们世子给你的机会，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哼，机会，我也给你跪下谢罪，给苏京城和谢梦瑶赔罪。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叶凡，别冲动，上京叶家别说是我们，就算是谢梦瑶，也只能低头。京城，放心，别说什么叶家世子来了，就算是叶家家主来了，也翻不了天。好，不愧是我叶家曾经的大少，虎死不倒为死鸭子还嘴硬。那好，那我就好好的教教你，什么叫做
兄友弟恭。等一下，叶师子，在下至尊唯一门生，宁家宁无缺，礼过叶世子。传说中那位人间无敌、独我无王的至尊，是你的老师？正是，还请叶世子给我给你个面子。不错，这位谢梦瑶是我的朋友，而他跟叶凡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还请叶世子看在我的面子上，就别动了。至于他苏倾城，只要你肯亲手砸掉苏家侯府的牌匾，这件事我就帮你摆平，如何呀？就你也想摆平这件事啊？好，叶凡，既然你这么牛，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我告诉你，现在就算苏倾城跪下来求，我也不会救他，而你就是这罪魁祸首。叶凡，梦瑶，你可别怪我见死不救了。我已经给过苏倾城一次机会，但叶凡这个废物不识好歹。家师至尊的面子固然好，但有些人执意要死，我拦都拦不住。叶凡，你先想办法离开，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不用，区区夜无道，什么也来不了。苏倾城啊，苏倾城，你好歹跟梦瑶曾经是江州双骄，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呢？啊！这个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废物在你身边，不但没有任何用处，只会给你们苏家带来无穷无尽的祸患，而唯有我这样的大人物才有面子处理这件事。大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在这狗叫？哦，叶世子啊，你虽然是上京叶家的世子，而我却是至尊唯一的门生，家师至尊一生。至尊唯一门生什么东西？你口中的至尊来了，在我们家世子面前还有几分薄面？你一个不知所谓的门生，如同跳梁小丑，有什么屁面子？实话告诉你，我们家世子此次驾临江州，就是为了至尊。至尊虽天下无敌，可却无家世背景。如果他拒绝跟我们家世子合作，否则……闭嘴！对待大夏至尊要尊重。据说江州战部有一对绝世双骄，堪称并蒂姐妹花，是您二位吧？是有一个。我听闻大夏至尊欲在众神宴上册封谢梦瑶为大夏第一女战神，而这位苏倾城是一位大头兵罢了。这等身份虽然长得如此漂亮，却不足以让我宠幸啊，少点意思。主人，这还不简单，你就随便赐他一个身份就罢了。还是你聪明啊！这样，吩咐霍山海在众神宴上赐苏倾城战神之位。什么？赐苏倾城战神之位？这怎么可能吧？这有眼无珠，不识真龙。区区战神之位，对于我们家世子而言，不过一句话的事情罢了。刚才叶世子说的霍山海，难道是霍山海？就是那位与齐空人齐名的镇北王？对呀，这人高高在上的镇北王，对我家世子都得毕恭毕敬的。我叫主人让他跪着，他可从来不敢站起来哟。镇北王霍山海，那可是能和镇南王齐昆仑相提并论的七星战神，传闻中论单人战力，甚至是无限接近至尊。这怎么可能？叶世子，叶世子，你真的能够册封苏倾城为战神啊？什么垃圾，敢污了世子的眼！这样太便宜了我小舅子。现在死了，
太不吉利了，改日再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好东西，我愿意等待，因为它值得。众神宴之后，我要这2位大夏的女战神灭造化，这才叫绝代神教。哎，叶无道，我说过你能走了吗？怎么等不及了，想找死？我的好哥哥，你该不会是误会什么了吧？你不要误以为我来江州是冲着你来的。我告诉你，你不配。不然呢？此次本世子驾临江州是为了拉拢至尊来的。毕竟像他这种没有世家、没有背景、没有出身的人，如果没有我叶家这种顶级家族给他做靠山的话，他怎么更进一步？至于你，还有你的2个女人，只不过是我顺便玩的游戏，找的乐子罢了。当年的叶家，好歹也是大夏4大顶级家族之首，没想到我离开没几年，时过境迁，叶家其他本事倒没长进，给人伏羲做狗的本事倒是无师自通。怎么准备靠着至尊跻身大夏第一世家呀？叶凡，你懂个屁啊！对我叶家而言，至尊也好，镇北王也罢，只要他做一条听话的狗，我叶家一定会让他平步青云。但如果不听话，换个代言人，对我叶家而说没有任何难度的。听起来你好像很得意呀。什么狗屁大夏至尊，人间无敌，独我无王，只不过是一个出生见机的泥腿子罢了。以他的资本，敢和我底蕴1000年的叶家相提并论吗？当年的镇北王如此，现在的至尊没有任何区别。说得好，不愧是底蕴1000年的叶家，一举道破。至尊确实出身见机。哎呦，我的好哥哥，当了3年的赘婿，现在说话变得这么好听了呀？啊，我告诉你，你只是一个吃软饭的料。既然这样，众神宴之后你也一起来，我给你这个资格。不管是收服至尊的场面，还是顺你2个女人，如果没你在，我都觉得少了些乐子。叶无道，你就不怕今天在场这么多人，把你对至尊的不敬之语悉数转达？他们不敢。至于你这个叶大少，可以去试试啊。他如果敢的话，5年之前就不会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来了。垃圾永远都是垃圾，过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好，那你们既然这么自信，那咱们就众神宴见。众神宴见，拭目以待。这可怎么办呢？那位可是上京叶家世子，他现在看上了倾城，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这个窝囊废！老太君，这未必不是苏家一时再度崛起的机会。苏清晨只要能够册封战神，再付出，这又算得了什么？只要苏家有战神，谁还能够将苏家从战神世家中除名？我拒绝。你拒绝？你有什么资格拒绝？要不是因为你，苏家何至于此？叶世子现在是给你机会，你不要不知好歹。还有，你要是敢不去，张家和孔家他们的下场你也看见了。启程，众神宴，你确实应该去，因为那里本就是为你准备的舞台。够了，叶凡，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不要再大放厥词了啊？你以为你真的是上京叶家世子吗？那个人刚才确实在，但不是。我要是你的话，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灰溜溜的逃命，而不是在这儿叫嚣。这个世界上或许真的有人能够度上叶一高，
但那个人一定不是，而是无上至尊。你什么意思？明天的众神宴，我定然会去参加，因为我相信至尊定然能保我周全。只有实力超卓的人，才有资格去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一切。而这个道理，叶凡这一辈子都没资格明白。至尊，属下不知叶无道突然到来，未作应对，请至尊责罚。无妨，叶无道行事一向无常，况且我知道，镇北王霍山海也应该已经降临了江州。你要应对他，没注意叶无道，也是情有可原。属下惭愧。大夏唯二的7星战神，镇北王霍山海，竟然成了叶家的狗。实在是出人意料。明归隐3年，朝堂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声音，而叶家正是挑头者。叶无道此次降临江南，志在必得。如若未能将您收服，叶家恐怕不会善罢甘休。藏风3年，压不住这些人的蠢蠢野心。罢了，那我就回来吧。属下7星战将镇南王齐昆仑恭迎至尊归来。倒也没什么夸张。说了吧，我让你调查的事件如何了？叶无道这些年来，不但招揽了魔妃、妖妃这样的魔道高手在身边，还和不少帝国暗通取款。此次谋至尊，当是他计划最关键的一环。一旦成功，大夏第一顶级家族恐要换人了。本事不大，野心倒不小，倒也有趣。师尊，谢梦瑶不知从何处得知您的住处，来求见您，人已经在门口。他来做什么？难道是穿上那件所谓的情趣内衣？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吧。是。江州战部谢梦瑶拜见至尊。进来吧。大人，这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全球最顶级的情趣内衣。您看看。这怎么回事？这当然可以穿啊，大人。这是情趣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全球最顶级的情趣内衣，再配上您完美的身材，再加上您的绝世容颜，至尊一定会引领你。不行不行，这太羞了，我不能穿。大人，这穿在里边怕什么嘛？哎呦，你就试试。穿在里面啊？那我试试。谢梦瑶，你找我何事啊？怎么这声音有点耳熟了？怎么可能啊？至尊，我今日冒昧打扰，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正式离婚了，我现在单身。那我是不是还要恭喜你啊？至尊大人，众神宴将开，我知道这册封大夏第一女战神之事是你力排众议，一力推举。不知这众神宴结束之后，我能否拜您左右？大胆！谢梦瑶，我有个问题，你对你的前夫叶凡，你就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对他或许还有几分愧疚吧，可时至今日，我早已经还清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进步，可是他，我跟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没错，你和他确实是两个世界的人。至尊，
我今日偶遇上京叶家叶无道，他似乎……叶无道的事情我知道，众神宴上我会亲自到场，就当做给你一个惊喜。至尊，你们来真是太好了，一定会万事无忧的。至尊，今晚需要我留下来吗？留下来？不用了，你回去好好准备众神宴吧。至尊，梦瑶明白，现在梦瑶身份太过低微，不配服侍你左右。待众神宴结束之后，我成为战神，到时候再。那众神宴上，梦瑶恭候至尊大驾光临。自以为是的女人。至尊，您的意思是众神宴照常举行？那么多人等着，总不能让大家失望吧？除了自荐枕席的谢梦瑶，还有我那位不可一世的好弟弟，就在这众神宴上做个彻底的了断。现在的老鼠吃了熊精豹胆了。大夏镇北王过山海见过至尊。过山海，你竟敢擅闯至尊大人下榻之地，你好大口胆！季昆仑，我在和你说话，还是你已经忘了是我的手下败将？滚到边上去跪着！不然我一巴掌拍死你！至尊大人好大的架子，见到本王来了还坐得住？你镇北王霍山海，七星战士，说吧，找我什么事儿？简单，明日叶氏将会驾临众神宴，众神宴的首座高位非他莫属。另外，还烦请至尊正式发出通告，和世子通力合作。这样的话，叶世子在朝堂上会保你一帆风顺。你应该知道，这是世子在给你机会。否则，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这是在威胁我？不敢，只是善意的提醒吧。我伤害你。既然如此，那我也善意的提醒你。跪下，认错，我就给你一条生路。你不是叶家的七少叶凡吗？难道你就是宠我的至尊？你不就是个废物？怎么可能？我确实是叶家七少，但不是叶家气我，而是我气叶家。整个叶家我都没放在眼里。至于你口中说的叶无道、叶世子，明天他就会知道他自己有多么的愚蠢。现在，霍山海，你需要清醒清醒。齐国伦，给你30秒，让这位镇北王大人清醒清醒。霍山海，区区七星战士，也敢在至尊大人面前叫嚣？是，曾经我败于你之手，倒追随至尊大人之后，实力今非昔比。而你成为叶家的走狗，实力不仅没进，反退，你真是让我失望至极。你居然可以一招秒杀我！那至尊大人的实力，是不是仅你还没有资格见证至尊大人的实力？原来如此。至尊大人，是我有眼无珠。霍山海，从
从此愿为至尊大人的马前卒，只求至尊大人原谅。你还不配啊！明日众神宴上，革去霍山海镇北王一职，以儆效尤。是。霍山海，你服吗？属下无话可说，听候至尊大人发落。谢武大，歇吧。喂，世子。山海说，事情处理得如何了？至尊既然隐藏身份，必有缘由。现在只是革职，如果我敢说出至尊的身份，耽误至尊大事，恐怕连我这条命都……山海说怎么不说话？世子，事情办得还是顺利。我知山海叔不会让我失望的，毕竟这5年来，叶家在你身上投资了足以打造百名战神的资源，才有了今天的七星战神镇北王。明天，你将会是我最大的底牌。想不到你这位镇北王，就是叶无道最大的底牌啊！至尊大人说笑了，明日之后，这世间再无镇北王，最大的底牌就是个笑话。退下吧，明日你好好表现。是，至尊。爷爷，爷爷，武阙，我即将要向至尊大人汇报一下众神宴一事，你切记，只能听，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爷爷，这您就放心吧。江南镇守宁建国礼过至尊。何事？至尊大人，众神宴仪式我已筹备完毕，届时按传统还要请出至尊大人您随身佩剑龙神剑，以镇全场。属下愿献上宁家所有的资源、财富和人脉，只求至尊大人给我们宁家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属下斗胆，我只想要我的孙子宁无缺来仪式龙神剑。可以，那就给你们宁家一个机会。谢过至尊大人。爷爷，您觉不觉得这至尊的声音有些熟悉？无缺，不要胡言乱语。方才你也听到了，至尊大人他今天给你这次机会，你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一旦能拔出龙神剑，不但可以成为至尊大人唯一的门生，还可以继承至尊大人的大统，一步登天呐！没错，到时候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有叶无道那叶家世子，也直接被我踩在脚下。还有谢梦瑶那个贱人，他们只能属于。这可是传说中的至尊佩剑，龙神剑，剑是剑，如见至尊呢。传说中，当年至尊曾经手持龙神剑，以一己之力斩杀18国战神。若大象开疆扩土3万里，龙神剑出，杀气可以冲破云霄。不可！唯有至尊，我至尊的继任者，才有资格靠近龙神剑。我们这些人能够远远的使你，已经是上帝之积德了。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龙神剑。阿瞎子，我听说只要能拔出这柄龙神剑，谁就是下一任主人。看来我叶无道就是龙神界宣定之人。
就是传说中的至尊，一把古尊佩剑就蕴含如此大的能量。要是我能得到至尊的青睐，那我叶家一定能成为大夏第一世家。真正的如此，见龙神剑，如见至尊。他这可是对至尊大大的不敬。他是何人？少说两句吧。这一位是上京叶家世子叶不道，叶家是大夏4大世家之一，叶不道更是号称叶子当今第一少。叶家虽然比不上至尊，可也传承千年，底蕴深厚。否则的话，借一个天给叶不道做大，他也不敢如此冲撞至尊。堂堂的叶世子，不管平时多么不忘清高，在面对我师尊至尊的随身佩剑面前，也只能乖乖的保持尊重着。至尊人间无敌，独我无王。莫说陪伴他南征北战龙神剑，就算是随便丢下些信物，叶家多半也要俯首称臣。叶凡，他怎么回事？有事儿？叶凡，你怎么在这儿？想来就来了。还装？不就是叶世子昨天下令让你一定要来？叶凡，你到底明不明白？叶世子这么说就是想要羞辱你，可是你却屁颠跑来了，你还真是贱了。好了，叶凡，这没你什么事，你走吧，我不会计较你的善意之尊。哎，你们两个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个地方我爱来就来，和你们有半毛钱关系吗？你言尽于此，叶凡，我不想再跟你多说废话，你好自为之。叶凡，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看见我师尊至尊的随身佩剑，你不行啊？一柄佩剑罢了，有什么资格让我行礼呢？叶凡，你要不要仔细听听你自己说了什么？见龙神剑者如见至尊，就连叶无道这样的大人物都毕恭毕敬的行了半礼，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此大放厥词？啊！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的机会，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跪下行礼，我就可以考虑放你。否则的话，我可要治你死罪了。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给我指条活路，治罪。你去问问你爷爷，江南镇守宁建国，我今天就站在这儿，你问他敢不敢治我的罪？厉害！你的嘴永远这么厉害，永远这么肆无忌惮。叶凡，你疯了吗？人家宁少好心好意给你指条活路，你竟然口出狂言，不知好歹！你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妹妹，我们这位叶家七少到现在还在大放厥词，他不会以为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叶家大少吧？无尽幻想罢了。叶凡，就连我们世子都得毕恭毕敬的行礼，你算什么东西？还不快给我跪下！呵呵，要我跪？姚飞，你还不配！我妹妹不配，那加上我一样不配。行，我们都不配。那他呢？叶凡，胡言乱语之前，我劝你先过过脑子。宁少不但是宁家大少，更是至尊唯一的门生。最关键的是，今晚他将有资格尝试拔出龙神剑，一旦成功，他将是下一任的至尊。哦，原来如此。至尊唯一门生，至尊继承者，只可惜啊，他依旧不配。叶凡，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好意思，今天我敬酒不吃，罚酒我也不吃。好，叶凡，
既然你嘴这么硬的话，那我倒想看看你不守规矩、不尊至尊，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下场。我还会让你知道，我师尊，传说中人间无上的至尊，不可惹。来人！既然我们叶少这么没有敬畏之心，那么你们好好教教我，在龙神剑面前怎么跪才带我敬畏。龙剑国，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滚来众神殿现场，晚1秒钟，明讲除明明。想我宁建国坐镇江州30年，苦苦经营一辈子，没想到终于等到了如此契机。过了今晚，我宁家定会一步登天。家主，此话怎讲？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想必你也听说过当年至尊大人立下的那个规矩吧？谁要是能拔出龙神剑，谁就是下一任至尊。没错，就是这个规矩。当代至尊人间无敌，雄才大略。自从他上任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资格拔出龙神剑。不过在今晚，至尊大人却给我们宁家无缺这个机会。恭喜家主，贺喜家主。至尊大人，宁建国，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滚来众神宴现场，晚1秒钟，明讲除明明。家主，您这是？快去众神宴现场，现在马上，快去！区区此昆仑，只是在至尊身边寥寥几人实力就到了如此地步。至尊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叶无道妄想收服至尊，简直是痴人说梦啊！若是他知道了至尊就是他大哥叶凡，喂，什么？叶无道的众神宴现场只对龙神剑行了半截，这个蠢货！不行，看来我还得去他诸神剑。说是叶无道冲撞的至尊，传承仙殿的剑者，肯定会非仙帝。今日众神宴上，至尊归位，江南乱局已敲定。叶无道、宁无缺、谢梦瑶这些人，若指至尊身份，今晚将何等有趣！走，赶赴众神宴现场。莫瑶大人，众神宴即将召开，继续任由叶凡这么胡闹下去，恐怕再生事端。叶凡，差不多就行了。叶无道何等身份，尚且要对龙神剑行礼，以你卑微的身份，就应该对龙神剑3叩9拜。你不明白吗？叶无道何等高贵，谢梦瑶，是不是在你心里，他比我尊贵100倍啊？难道不是吗？难道你还幻想着你没有被逐出叶家，你才是那个叶家世子吗？谢梦瑶，既然在你心里，他这么的高高在上，那你为什么不乖乖服从他呢？叶凡，真是不知好歹！我谢梦瑶注定要成为至尊的女人，叶无道又算得什么？而你，一个十足的废物！无论是叶无道还是至尊，你得罪得起哪一个？
你再这样继续闹下去，事态无法挽回，你后悔也来不及。失控，谢梦瑶，你在害怕吗？你在害怕今天晚上依旧无法册封战神。不过你放心好了，今天晚上册封战神一事，从头到尾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册封战神只能是苏倾城。至于成为至尊的女人，你原本有这个机会，只可惜被你亲手葬送。谢凡，你好大的口气！死到临头了还在嘴呀？你以为你是谁呀？至高无上的存在吗？我是谁呀？我曾经手持此剑，转战边疆3000里，灭18府震大夏无脉。你真是至尊！你真是至尊！至尊？宁少，你的意思是叶凡就是传说中人间无敌的至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至尊之事深入人心。我就是仰慕至尊太久了，一时间失言了。叶凡，冒充至尊之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大放厥词，你真以为我不敢废了你？我只是实事求是罢了。怎么，你不信？叶凡，你的底细别人不知道，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叶家气少，谢家气续，一个完完全全的失败者，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自称至尊。叶凡，我知道，自从你被叶家逐出家门以后，一直想方设法想要恢复往年的荣光，一直想得到和我相提并论的资格。可是，至尊乃是人间无敌的绝世人物，你贸然认至尊，闹出这样的笑话，你知道什么后果？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能有什么后果呢？一个废弃的窝囊废，一个一事无成、一无是处的垃圾，身份低微，行为卑劣，让人心裂，简直是我叶家的耻辱。今日在场，弥留云集，还请诸位受见证。从今往后，此子姓氏被剥夺，从今天开始，他便是一个没有家族、没有祖宗，如同孤魂野狗的剥夺我的姓氏，叶无道，你当了几年所谓的叶世子，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你真的以为自己有这个能耐，能决定我的事？你知道我最佩服的你是什么吗？明明低贱到尘埃里，总是能装得像这么回事儿。不过我告诉你，打你就先这么受。叶无道，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在我眼里，你这个小小的叶家世子，跟街边那些阿猫阿狗什么的没有太大区别。叶凡，看来你真的很想死啊！叶凡，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你还在满口妄言，不知深浅。不知深浅的，钱梦瑶，我看今天晚上不知深浅的人是你们吧？今夜我就站在这儿，等着在场诸位对我顶礼膜拜。你们还有1分钟。1分钟，叶凡，我没听错吧？你是说1分钟之后，我爷爷江南郡守宁剑就会屁颠屁颠跑过你身旁，为你站台吗？没错，不过不是为我站台，而是向我求饶啊！无知，可笑！我现在对你这样的人，连浪费口舌的兴致都没有了。诸位，今夜
乃是我师尊至尊举办的众神宴，名留云集。但此子却在此大放厥词，妄称至尊。我聂无缺代表至尊唯一门生的身份，号召众子将此子打入天牢，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亡。有意思，像他这种人，死了反而便宜了他。我建议让他生不如死啊！我等剑尊一扫夜视力，我等剑尊一扫夜视力，我等剑尊一扫夜视力。分明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却满嘴妄语。现在知道后悔了。世子都懒得废了你，可你偏偏要上蹿下跳，自寻死路，怪得了谁呢？能让世子和聂无缺联手，叶凡这个废物就算死，也死得其所了。叶凡，就算我看在我们的情面上再救你一次，我也没办法，自作不可。好，叶凡，现在你准备自己滚去天牢报告，还是我让人帮忙？帮忙！时间到了。好，你是说我爷爷宁建国马上就要到了吗？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动手！江南镇守宁建国到。江南镇守宁建国到。爷爷，您怎么来了？宁镇守，江南镇守宁建国。刚刚至尊大人来电，让我第一时间赶赴众神宴现场。怎么？难道这里有什么其他的变故？爷爷，不过就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废物在这儿放肆而已。他不但不尊重龙神剑，还妄称至尊。哼，爷爷，还请您。又是这个谢家的气息，难怪至尊大人言语之中有3分的不得体，被这个废物冒认自己的身份，于其至尊而言，乃是天大的耻辱。爷爷，那我亲自出手，将此子拿下。不必了，至尊既然发怒，此事不是你我能决定的。我要请示至尊大人，谢家的废物自己早死，别怪我了。至尊大人，我已经按照您的旨意来到了众神宴现场，冒充您身份之人就在这里，请至尊大人指示如何处置他。宁镇守，对于你这样的大人物，我可不敢有什么指示啊！至尊大人，您这是开玩笑吧？玩笑？以你宁家长孙所言，且不提他自诩是至尊门生，现在更是要拔出龙神剑，替代我的位置。你如此大人物的爷爷，我哪里敢有什么指示啊？我没有的。至尊，谢家亲兄弟，是至尊。大人，这些事肯定是误会了，我一定给你个交代。误会？那宁镇守说是误会，那就是吧。大人，属下死无遮掩，还请至尊大人责罚。爷爷，你一定是误会了。这小子就是谢家的继续，还妄称至尊。他这样的人，凭什么配得到您的尊重？小畜生，你给我闭嘴呀！爷爷，他这样的人你怎么能信呢？他……我跟你说过了，我让你闭嘴，闭嘴呀！
没你这样的子孙了。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今晚不是要攀上至尊的弱智了吧？我不是马上就要成为至尊唯一的门生了吗？我马上就要成为下一个至尊了。哎呀，这是怎么了吗？你好意思问，好意思说，今晚所发生的一切，难道你还不清楚吗？我宁家兢兢业业，在朝堂经营多年，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一步登天的机会，可是就因为你这个孽畜，将我们宁家毁于一旦。今天开始，你被我们宁家驱出门外，我要亲自扣押你到天牢，任至尊处置。但今晚对这所发生的一切，我江南镇守宁建国万死难辞其咎，还请至尊大人惩罚这个孽畜，也由您来处置。宁镇守，我们这位叶家大少，在先前的封神宴上要诛我这个狂徒，在今天的众神宴上又要我生不如死。我不过是小小的谢家弃婿，一无是处，一事无成，是败类，是垃圾，是窝囊废。现在，宁镇守，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处罚您这位江南镇守？我有什么能耐处置这位宁家大少？至尊大人，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爷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对，这一定是假的。我是至尊唯一的继承人，我是至尊唯一的门生，我是下一任至尊，我天下无敌，我注定唯我独尊。我们宁家永远是大夏第一大世家，第一大世家呀！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不去！骗子！没有什么宁家，再也没有什么宁家了。谢梦瑶，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说，你谢梦瑶3年来战功赫赫，是我幕后操纵的。我说，你谢梦瑶有资格册封为战士，是我力排众议。我说，满场蝼蚁全都有眼无珠，不识真蝼。我说，我就是人间无敌无上至尊。现在，相信我吗？结婚3年，你一直隐瞒这一切。叶凡，你心机很大，你烦我。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可是为什么呢？你明明知道你我的感情，只要你告诉我这一切，我们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地步。只要你告诉我这一切，我们可以并肩而立，共享世间繁华。可是你，这么难，你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句？我这些话我都跟你说过，但是你不相信，你把我的话当成了笑话，你甚至把我这个人都当成了笑话。叶凡，你少在这颐指气使。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分明从一开始你就用虚假的身份接近谢大人，如今却以此为理由对大人横加指责。
如此无礼，你算什么男人？谢梦瑶，你当初一心一意的想要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想要成为大夏第一女战神，我默默的支持你，为你谋划一切，就是希望你早日完成这个心愿。只可惜，我的所作所为在你眼里毫无意义，甚至我还变成了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废物。最终，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是第一时间将我扫地出门。叶凡，你误会了，我只是想让你上进。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如果。谢梦瑶，我和你的恩怨情仇，咱们就到此为止吧。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好自为之吧。各位，你们还有想说的吗？这个家伙，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至尊？怎么可能？他如果是至尊，当初不是死，把他赶出叶家，那我们精彩，真的是好精彩啊！如果我对你没有万分了解，如果我对朝堂局势没有万分了解，如果我手上没有大厦镇北王，或许我今天还真被你骗了。你是至尊，你若是至尊，我便是大厦至尊。您见过一个狗东西和这个废物妻子相互勾结，上演这么一出好戏，你是真想死啊？为了演好今天这出好戏，排练了很多次了。我告诉你们，换作是平时我一定好好的陪你们玩，但今天是众神宴，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你身上的兴致，听懂了吗？我看你如此自信，不妨说说，想让我如何呀？跪下认错。叶无道，你好歹也是叶家世子，所谓的上京第一少，你说话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想让我跪下认错，你也配？让我们这位叶家气少、谢家气婿好好的冷静一下，让他知道。莫瑶大人，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尽还敢装模作样。要不是叶世子点破他的身份，说不定我们都被他骗。这样真的可惜。叶凡，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多好看的一张脸啊！只偏偏要自寻死路。不过你放心，一会儿姐姐会温柔对你。现在跪下还来得及，说不定呀，我们世子大发慈悲，留你一条生路。你现在劝劝他，让他给我跪下，说不定我也可以考虑给他一条生路呀。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住手！住手！休想以下犯上，逾矩典狱，尔等可知他是谁？是的。还不退下！七星战神镇南王齐昆仑，什么意思啊？你该不会是来告诉我这位气少就是至尊吧？叶无道，
至尊的身份你还没有资格质疑。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跪下来，认错道歉，为你们叶家多得一线生机。齐昆仑，按照你的意思，我没理解错的话，我要是不跪下来道歉认错，我这位好大哥叶家气上能灭了我叶家？随手之事。哎呦，你真的好厉害呀！怎么，我这位好大哥好气上有这么大能耐，我还真没看出来。好吧，要不这样，我这个叶家世子让给你来的，来，跪下求我，我可以考虑考虑啊，怎么样？齐昆仑，你敢打我？打就打了，毕竟齐昆仑也没有胡言乱语啊。灭你们叶家，随手之事罢了。很好，你以为有齐昆仑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说我在众神宴被人打了。谁敢？一个不知死活、不知所谓的废物，竟然不把我们叶家放在眼中，而且他还得到了一位所谓战神大人的撑腰，连你这位镇北王也没放在眼里。按照至尊命令，今日过后，世间再无镇北王。只不过，虽然我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却也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叶世子被一个废物踩在头上。世子稍安勿躁，我马上就到。有我在，我倒要看看谁敢对你不敬。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勾当，我告诉你们，我最大的靠山镇北王霍山海马上就要来，你们死定了！是谁竟敢对叶家世子出手？镇北王来了，你们死定了！叶凡，这次看谁可以保住。再说，江州谢梦瑶已过镇北王。原来是大夏第一女战神。镇北王，今日我家大人来是为了迎接至尊大驾，可是没想到至尊未知，一个跳梁小丑竟对叶世子无端侮辱，最终更是动了手，恐怕还得烦请镇北王主持大局。在众神宴上竟敢如此嚣张，好大的狗胆！我今天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狗胆包天。就是此子，胆大妄为，满口胡言，竟然不把我们叶家放在眼中，还有你镇北王也没放在。世子请放心，一个小人物敢对你不敬，我敢保证，在整个江州甚至蓝玉九省都没人能够保得住他。来人，把这个敢对世子不敬的废物拿下来！我看一夜不见，看来你这对镇北王风采依旧。不知死活的东西，当着镇北王的面还敢如此嚣张，还真是狗胆包天呐！还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叶凡，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来不及了，都给我闭嘴！镇北王霍山海见过至尊。大叔，你在说什么呀？你说他是至尊？世子，快点跪下来，给至尊道歉。至尊大人大量，说不定会原谅你的。道歉？不必了。至尊，您的意思是？上京谒祭，大夏四大世家之首，这位世家之子，今日更是要在众神宴上将我这位小小的至尊收服。如此家世，如此能量，向我道歉，我可受不起啊！至尊，
叶氏总部区业务道怎么能够与您相提并论呢？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战叔，你到底在说什么呀？给我闭嘴！还没看出来我在给你求一条生路吗？生路，恐怕你或伤寒，求不得。志川，我怎么？你这位堂堂的镇北王，堂堂的七星战神，要质疑我的决断吗？不，属下明白了。就算他是知行有术的，从前我能把他扫地出门，现在我一样可以让他俯首称臣。废话！你真是至尊？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有所怀疑？就算你是至尊又如何？我才是叶家世宗，我是大夏第一人。在这众神宴上，我一样可以让你俯首称臣。大言不惭，痴心妄想！你以为我没了霍山海的帮助，我就奈何不了你？444！齐昆仑这样的七星战神，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住。叶世子到底隐藏的有多深？恕人无能，至尊丢人。叶无道现在吸收了魔配合招魂能力，现在的你也不是体力，倒是我小看他了。叶凡，以前你为我手上的玩具都算不上，但现在你可以死在我的手上。可惜呀，你没有资格死在我的手上。明明我就原来他真的是传说中的至尊。叶凡，今天晚上我会被至尊大人亲自册封为战士，从此一飞冲天，所以我们离婚吧。谢姑娘，你是觉得至尊看上你了，所以迫不及待的要和我离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结婚3年来，我一直在给你机会，想让你跟上我的脚步，可是你太不争气了。这3年来，你一无是处，一事无成。原本我对你还有几分愧疚，现在看来，跟你离婚是我这边资格最正确的决定。我册封战神之后，我的丈夫只能是至尊那样的大人物，而不是你这种窝囊废。可笑我自以为是，竟亲手断了和至尊的光芒。林渊，我好后悔啊！昆仑，去把倾城请过来吧。是。叶凡，你真的是……季城，我是谁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人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将重拾苏家荣光。我以至尊身份宣布，即日起，苏倾城册封为大夏第一女战神，政传4海，举国同庆。